贱人，妄想用美貌获得侯爷的宠爱，去死吧！我这是穿越了。 既然你妹妹与你未婚夫有了夫妻之实，你便替她嫁入侯府吧。我叫叶青芷，原本就是个悲催的伺候老板的打工人，不小心加班猝死，我居然穿越到了古代。别人穿越的不是做贵妃，就是做娘娘。 而我穿越的这位，侯府一个平平无奇、任人欺负的小妾，在侯府当贵妾，每月月银20两，包吃包住，还有各种用兵用炭等份礼，还能时不时收到一些赏赐。最重要的是，铁定不会让你失业，除非你死。 虽然小妾这个职业基本上是没地位、没人权，还高风险，不是被主母折磨，就是死于宫斗，要么就是被送人。但这个薪资待遇还是不错的。近来之则风之，这一次要做一个不一样的打工人，与其委屈自己，不如逼疯别人，能活就活，不能活就一起死。 姨娘，大喜事！当侯爷屋里的金宝过来，说侯爷晚上会来咱们这儿，你快起来沐浴，梳妆打扮呀。你去准备吧。是。该来的还是来了，开了这么久的钢琴培训，就等着实操了。侯爷，你在外面等等妾身吧，等妾身擦干身子，穿好衣服。起来，伺候本侯更衣。我靠，这侯爷长得也太俊了，这要放在现代可是顶级男神。没想到如今死后灵魂再就业，我这种单身狗居然能拥有这种男人。侯爷怎么比我还猴急啊？侯爷，妾身有些害怕，你能不能温柔点儿？听说这事挺疼的，要是被折磨了，再多给工资福利，老板再帅气，我也不想干了。还挺实诚。本侯伺候的好不好？这样体贴下属的老板，能处。第一次上班，我给他99分。挺好，伺候的不错，看上。本侯是不是给你好脸了？说变脸就变脸，狗都没你狗啊！如意，换水。第一天入职就被迫加了1晚上的班。去主母那里投诉侯爷压榨小妾有用吗？姨娘，你醒了。算了，去主母那里投诉，万一主母以为我挑衅，那后果可能不仅不给加班费和工伤费，还得挨顿毒打。
如意，给我倒水润润嗓子。你去夫人那里跑一趟，就说我病得厉害，求夫人叫个大夫来看看，赐点药抹抹。小姐，您受苦了，奴婢这就去。妾身给夫人请安，夫人安好。落座吧。夫人，这叶姨娘自打漏水之后便再也没有来请过安，这是大不敬呢。夫人如此仁善，晚了我们的请安时间，她还要以下犯上，不遵规矩，是让人气愤。这竟然不把夫人放在眼里，也太嚣张了。依我看，拉出去杖毙算了。这叶姨娘本来就长得一副狐妹子的样子，不顾侯爷身子，行了魅惑之事，更是该罚。她还不懂事的缠着侯爷，可要好好的给她立立规矩，否则她就要以为靠着这下作手段，能在侯府上天了。可见啊，这商贾家的女儿和那些烟花女子也没什么差别。这般不懂规矩，这般传出去，丢的可是我们侯府的脸面。这才第1天受宠，就这么嚣张啊！是该立立规矩了。周嬷嬷，你看着办吧。奴婢就找2个教养嬷嬷，把她送到烟柳院。让我进去！何人如此没有规矩？夫人，我家姨娘快不行了。你家姨娘不行了？怎么回事？是侯爷昨夜浇了4次水，我家姨娘伤得厉害，已经下不了床了。求求夫人给喊个府医，救救我家姨娘吧！昨儿侯爷要了她4次，我入府到现在都没她1夜多。哭哭啼啼成何体统？叫府医过去瞧瞧。是。别是他又耍什么把戏吧？谨言慎行，你们也都退下吧，切记不可抹黑侯爷的名声。是。哼，这个贱人，怎么就没淹死他？这个周嬷嬷可是不好与人相与的，夫人恐怕是要杀鸡儆猴了。哼，那我就再添把火，趁他病要他命。娘亲留给我的玉佩去哪儿了？人都死哪儿去了？奴才马上去找人问。昨个院里也没人伺候，侯爷都没当一回事儿。看来呀，以后叶姨娘要有福气了。难道是我昨晚做得太过了？这么经不起折腾，还缠着本侯，活该！来人，去请张太医。侯爷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狠心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死前你还来看我一眼，可是我还不想死，我还有大把的嫁妆，银子还没花呢。放心吧，你死不了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野心还不小啊！侯爷误会了，妾身身份卑微，侯爷就算是被美色迷惑了，想要妾身当主母，妾身也没那个能力啊。侯爷，若是你觉得妾身辛苦的，那就多赏些好的东西，好吃的就行了。伶牙俐嘴，加薪可以，奖金福利多来点，绝不升职。院子里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，我还以为那个贱人有多得宠。说的是呢。叶青芷，你这个贱人！
侯爷，你来做什么？妾身听说叶姨娘病了，过来探望探望。来了，我的同事小爷要来害我了。侯爷，他不是来探望的，他是来折磨妾身的。你看他那个眼神，瞪着我，好害怕。侯爷，你快保护我！侯爷，你听妾身狡辩，你听妾身解释，妾身不敢，都是叶姨娘污蔑妾身。侯爷，你要给妾身撑腰啊！我只是一个柴豆菜鸡啊！好你个叶青纸，没有证据就攀咬，简直猖狂！姚氏，你上次命人拖叶氏下水，本侯还没追究你的罪过，如今就敢上门行凶，真以为本侯不敢发落你吗？今儿个你就在这跪着吧，给叶氏告罪，等什么时候叶姨娘原谅你，你再回去。居然知道，这狐妹子刚得了宠，侯爷就要发落我，都怪那个贱人！果然有事找领导，说得对，自己没本事别硬撑，赶紧找领导告状。天哪，姚姨娘，居然是你让人把妾身推下水的，妾身差点就死了。侯爷，才不要让他继续跪在这儿，多膈应啊！那你想做什么？报仇都讲究以牙还牙，那就找人把姚姨娘也推下水，再让她扑腾几下，再捞上来。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啊？我爹可是4品大员，侯爷对我不会这么狠心的。来人，把姚姨娘丢池子里去。侯爷，来人，侯爷，把姚氏给我扔水里。这么会做事的领导，能冲！妾身不敢，妾身太爱您了，因为嫉妒犯了点小错。妾身的姐姐丽嫔娘娘可是怀着龙子呢，你不能这么对妾身啊！侯爷，你看他又拿他的妃子姐姐来压你，真是太过分了。作为侯爷的小妾，就应该急侯爷所急，忧侯爷所忧，而不是打着爱你的名义，搞得后宅争斗不休。他真是太坏了。带下去。哎，侯爷！叶姨娘，夫人派了府医来给你看病。见过侯爷，这侯爷果然对这个小妖精上心了。赶紧给他瞧瞧，一直嚷着说自己要死，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死。是侯爷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要死了？记住了，领导小心眼，以后要顺毛而捋。回侯爷，叶姨娘本就体弱，之前还落了水，心气郁结，若不好生调理，叶姨娘恐有性命之忧。本来就没事，不是真的要死了。妾身就是废物。昨天晚上我就跟侯爷说了，可侯爷非说妾身的身子比嘴巴还要诚实。瞧吧，侯爷，您被打脸了吧？你怎么什么事都往外说，不嫌害臊？不过我喜欢。侯爷，该上朝了。务必把他给治好了，治不好就滚蛋。是。哎，侯爷，你的玉佩掉妾身这儿了。在本侯回来前，不许你离开烟柳院。一会儿张太医来的时候，让他多开些补药给叶姨娘。身子骨太弱，这么经不起折腾，如何能让本侯尽兴？是侯爷，看来侯爷是让这个小妖精迷了心窍，居然让太医给一个妾看病。不行，我得提醒夫人。叶姨娘真是好手段，短短时间就让侯爷对你上心。嬷嬷真是高看我了。我性子不讨喜，脑子也不够用，身子也不挑事，侯爷哪能真心看上我呀？不过就是看我跟阿猫阿狗一般，侯爷看着傻子有趣，逗一逗吧。明白就好。
叶姨娘也该学学规矩了，明白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。你看侯爷说那话，要是传出去了，还不得丢了侯府的脸面？哦是什么意思？周嬷嬷，帮我拿一碗避子汤来。是，老奴这就。哎呀，叶姨娘，你倒是乖觉，知道主动要喝避子汤了。叶姨娘这个身子，避子汤就不必喝了，风寒体热，极难有孕。极难有孕，那就是还有机会怀上呢。这个避子汤必须喝，职场孕妇可是会受到歧视。倒是个聪明人，不知道是不是装的，我能放松警惕。听说叶姨娘主动求赐避子汤，她喝不喝，咱们哪里管得着啊？行了，不要再嚼舌根了，来早膳吧。我的小日子多久没来了？回姨娘已经有10来天了。那侯爷有多久没来了？3个月了。一会儿你出去打听打听侯爷的行程，一定要把他叫到咱们院子里来。叶姨娘主动喝避子汤，她当真是这么说的，还说非喝避子汤不可。老奴亲自给她端了避子汤，看着她亲自喝下去的。倒还是个懂事的，也是个有手段的。听说了吗？侯爷把姚姨娘给丢进池子里去了。什么？为了叶姨娘？这精通床地之术，果然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以色示人，那是贱人的下作手段。您是侯府主母，侯爷心中您才是第一位。行了，这侯爷难得有个看得上眼的美人，咱们就护上一护，别让侯爷心烦。是。夫人，秦姨娘这个月的小日子迟了有10几天，早膳时还呕了一声，这几天也嗜睡，奴婢怀疑她怀孕了，还请夫人定夺。贱婢！你盯好秦姨娘的一举一动，有什么消息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秦姨娘还想见侯爷，还要重新打听侯爷的行程。她似乎有什么法子，笃定侯爷会去海棠园见她。这你不用管，先下去吧。夫人，秦姨娘那边侯爷许久没去了，咱们要查一下吗？不用管，一个找死之人，不用浪费精力。杀死你个小贱人！杀死你！嬷嬷，你替我给我爹还有姐姐写封信。她不过一个商贾之女，居然仗着受宠这么羞辱我！我要让她叶家家破人亡！老奴一会儿就往府里送信，您放心，他蹦跶不了几天了。姨娘，姨娘，现在外面都在传你是狐妹子转世，专门勾搭侯爷的。之前王学安家的小妾就是因为这个被禁的猪笼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不是正说明我业务能力强吗？我是做妾的，又不是做主母的。狐妹子是对我的赞赏，说我做的还不错。你把这话记下来，回头告诉侯爷。姨娘，这事真的不用管吗？要是流言越传越烈，铁定会让侯府侯爷的名声受损，说不定就会处置你呢。这事儿咱们就不用操心了，你也别心烦。咱们要做的是怎么好好伺候爷。哎，对了，如意，我那个战袍做的怎么样？奴婢根据您的图纸稍作修改了一下，姨娘瞧瞧可对。不错，如意辛苦了，赏10两银子。如意，你去问问金宝，侯爷今晚有没有空，能不能过来？姨娘就这么问吗？那
那可是侯爷，不是金宝，哪能这么随便呢？那你就说我想侯爷了，想和他共度春宵。娘，你再换一个，这个奴婢说不出口。哎，你去拿支笔过来吧。那我写封信，你把信交给侯爷，后面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。哼，前世那些土味情话终于可以派上用场，不过不能一字不改，太不敬业了。姨娘的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看了？哼。我可真有才。今天侯爷，妾身这几日胃口特别不好，吃不下，只想吃侯爷的豆腐。妾身也不知道怎么这般魔怔，就感觉侯爷很甜很甜，想尝遍侯爷身上的每一寸。原来妾身是中毒了，需要和侯爷深入交流才能解毒。侯爷，你能来救臣妾吗？人家还不想那么早死。告知叶姨娘，等候今晚过去。是。这种东西就该烧了。这种东西就该永不见天日。侯爷，这又是什么淫词浪语？本以为送你的信已经够猛浪了，没想到还含蓄了不少。唉，看来这求职信效果很好，该上工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呀，这是妾身设计的角色扮演游戏的画本子。侯爷，你想演什么？调戏乡下小妇人的恶霸？本侯看着像恶霸吗？叶慧小姐的书生，斯文败类型的。你说这画卷为什么有人画的就流芳千古，有的就画的就让人浮想联翩？这得看看画的人满脑子是才华横溢，还是满脑污言秽语。那本侯是哪种呢？自然是才华横溢才怪。在侯府敢这么说本侯的，你是第一。侯爷，你看，画都污了。污的是画面，还是你啊？那不如侯爷来猜一猜。侯爷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
侯爷。侯爷，这是要上朝了。出趟远门，在我回来前，你禁足不许离开叶柳园，免得我不在又找了道被人害死。知道了，侯爷，妾身不会出去的。望侯爷一路平安，事事顺心。不用伺候老板和老板娘，还是带薪休假，简直不要太爽了！行了，不用一直守着我了，你也出去溜达溜达，打听点新鲜事回来同我讲。打听消息的话，有银子会方便很多。奴婢多拿些银子行吗？哎，我有多少家整银子？去把我的家的都拿来。是。哇，有这么多啊！银票有10万两，还有1000两的碎银。前世当房奴车奴，在职场受尽委屈，也不敢辞职。没想到现在有这么多钱了，还是要在这当小妾打工，还是一辞职就死的那种，好像比前世更惨了。对，我那个便宜渣爹想要成为皇商，用娘亲的安危强逼原主做妾，对这种渣爹可千万别跟他客气，可劲儿的花他的每1两银子。别舍不得花银子，银子你随便用，你去叶府一趟，就说我现在已经得宠，想打点福利，再要一些银子回来。小姐，咱们银子还有不少呢，再要的话，就算老爷会给，夫人也不会同意的。想要渣爹掏银子掏得心甘情愿，就不能忘记给他画大饼。别管那个坏女人，如今叶府还是父亲当家做主，你就这样跟他讲。爷，不好了！爷，不好了！外面有人传，咱姑娘是狐妹子出身，一夜勾缠着侯爷不放，想西瓜侯爷的原养，害死侯爷。这个混账，就不应该把这个逆女送入侯府。这个混账，就不应该把这个逆女送入侯府。听说侯府的姚姨娘是4品大官的女儿，深爱侯爷多年，根本不容人。姐姐得宠后，必然招她嫉妒。爹，你要小心她对咱家动手。我可是重生之人，上一世嫁进侯府，那个姚嫣嫣最是恶毒。仗着娘家是4品大员，只要侯爷来我院里，我就会受到他的折磨，更害得叶家家破人亡。而她却嫁给陈元凯做了首府夫人，要风则风。叶清池，这一世我要让你也尝尝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。4品大官，这岂是我们能抗衡的？当初就不应该让叶清池进侯府。如意见过老爷夫人。如意，你家小姐已经被赶出侯府了，这不是已经被杖毙回来保丧的吧？我家姨娘好着呢。再说了，那什么狐妹子流言对我家姨娘没有影响。无论如何，回叶府一定要气势足，摆好谱，哪怕嚣张跋扈也行。还在这打肿脸充胖子，如意，你就别遮掩了。我们都知道侯府有个不好惹的姚姨娘，姐姐得宠后，日子应该不好过吧？确实，姚姨娘仗着娘家，在府里跋扈得很。我家小姐刚入府2日，便被她推进了池子里。可我家小姐得宠后，姚姨娘来燕岭院找茬，被侯爷当着众人的面丢进了池子里。再说，最近侯爷都留宿在我们姨娘院子里。如意，你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？不可能！明明上一世侯爷最是无情无心的，怎么会给叶清池撑腰？这么大的事情，随随便便就能打听到了，奴婢哪敢撒谎啊？哎，对，这种事儿如意可不敢撒谎。如意，你回府来，可是你家姑娘有什么吩咐？我家小姐说银子有点不凑手，
让我再拿些银子。你不是说他得宠了吗？侯府的吃穿用度都有份例的，他上哪儿花这么多银子去？二姑娘恐怕不知，侯府需要打点的地方太多了，还要讨好侯爷和主母，舍不得银子，还想让我们家小姐得宠后帮府里成为皇商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？皇商？对，来人，拿10万两银票来。我家小姐自落水后身子骨不太好，侯爷专门请了太医调理，说要用名贵药材养着。侯爷居然让太医给青枝治病，这得是多大的脸面啊！看来这皇商指日可待。来人，把前2天我买那个百年人参拿来。啊！没想到那贱皮子真的得了势，看来我要好好为应选物换物换。小姐，您教的方子可真好使，老爷听完奴婢的话，给银子给的可痛快了，对奴婢也是客气的不得了。这些可都是侯爷给的脸面，没侯爷我什么也不是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伺候侯爷。说到侯爷，奴婢打听到一个消息，姨娘，原来咱们侯爷不是老夫人的嫡子。听说当年老侯爷宠妾灭妻，非要将侯爷的生母抬为平妻，还坚决把爵位传给侯爷，所以咱们得小心大方那边。那夫人也太惨了吧！伺候婆婆本来就够麻烦的了，这婆婆还跟丈夫之间有嫌隙，天天挑刺儿，不能骂不能躲，还得天天主动送上门受虐啊！太惨了！哎呀，咱们不能背后这么妄议侯爷和夫人。虽然我是真心替夫人抱不平，但确实冒犯了夫人。哎，如意，你看咱们如何赔罪才好？要不送些物件吧？送礼可有大忌，女领导有孩子，那送她孩子用品保管比什么化妆品好使。不过咱不差银子，那就大人小孩一起送，送全了更贴心。夏日炎炎，我原想申请个凉棚，不过万没有我一个小妾在院子里面享受清凉，让当家主母受到这酷热之罪。给夫人院里也弄个凉棚，多弄些冰，然后再做个秋千，弄些攀爬架，也能让少爷和小姐在院子里玩耍玩耍。告诉夫人不用担心钱的问题，我来出。是。哎呀，这天啊越来越热了，冰的价格也越来越贵，老夫人那里用的冰越来越多，都破了例了。夫人，咱就吃着闷亏，为老夫人添这份银子。年年都使这手段，腻歪死人了。今年咱们说什么也不填了，让大方填去。夫人，叶姨娘身边的如意求见。进来吧。夫人，我家叶姨娘说，担心您在这边暑热难耐，都听您和侯爷的，就是这样。他当真是这么说的？说都听我和侯爷的，还说可怜我。我堂堂一个当家主母，居然被一个妾室同情了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说明我做的都还不够好，做的都不对。我家姨娘还说要出银子给夫人的院子里搭个凉棚，让少爷和小姐可以在院子里玩耍。没想到这叶姨娘倒是有心了。难怪侯爷喜欢她呢，这么会来事，我也喜欢。看来往后要多护上一护，可不能让叶姨娘早死了。周嬷嬷，明天你亲自带着干活的人去烟柳院，帮叶姨娘把她院子收拾好，一应要求全都答应她。哦，对了，盯着宋大人那边，让他往深了查，一定要揪出传叶姨娘流言的幕后黑手。是，老夫人那边等着吧，他会主动找我们的。老夫人，妹妹在院子里搭了个凉棚，咱们京城大户人家争相模仿，最近很是风光呢。这凉棚的事呀，多亏了叶姨娘，让侯府在京城的上层圈子跟着长了脸面，我也甚是欣慰。看来回去啊，我要好好奖励叶姨娘。
这我也倒是有所耳闻。不过静怡呀，我这庭院的改造何时提到日程上来呀？母亲，还未曾听侯爷提起过呢。这么点事儿还要请示侯爷，只顾着自个儿享受，心里还有没有老夫人啊？这天儿热了，我也想要个凉棚。你也不会想让别人说苛刻嫡母吧？母亲，这凉棚一事，我可以找京城最好的木匠来做，保准不会丢了咱侯府的脸面。剩下的就看妹妹的了。母亲，我也想为您搭建凉棚尽孝，可这府中实在是紧张，不像叶姨娘得了侯爷宠爱，娘家又有银子撑腰，我也不好做，心里苦啊。你这个主母当真是不易呀！当年要是你的嫡亲姐姐成了侯府夫人，也不知道她能否体谅我这个老太婆。哎，要我说啊，这庶女啊，终究是眼皮子浅，没得见识。说到底，也就是个顶替入府的。得了侯爷的势，要懂得感恩，多想想如何报答侯爷，报答老夫人。母亲，自儿媳嫁入府，这侯爷从未轻视过我，我心中自是十分感激的。这侯府中的大小事务更是怠慢不得的。说来，这主母当的确实不易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这叶姨娘啊，刚得了侯爷的宠爱，这妾室得宠，我这当主母的是打也不得，骂也不得，只能干瞪眼不说，脸面上还要过得去，该有的赏赐一样也不能少。儿媳还得时刻提防着侯爷抬了妾做平妻呢。好你个二房，竟敢阴损老夫人！我哪敢呀！好，下去吧。不愧是国公府教出来的好女儿。母亲，哎呀，母亲，您消消气儿。既然二房行事这么嚣张，那咱们就在春闱宴会上给他点教训。只要他出了差错，这管家权自然也就会拿到。还是你最贴心，放心，我定帮你儿子世袭侯府的爵位。谢谢母亲。夫人，你对老夫人是不是太不敬了？你看，我从前对她恭恭敬敬的，也没落到什么好啊。这2日我强硬起来，她除了自己憋着气，也不敢真的对我做什么。我算是明白了，这人善被人欺，她呀，就是欺软怕硬的。夫人好像有点不一样了。是被叶姨娘影响了。叶姨娘的身份查得如何？叶姨娘的身份查得如何了？侯爷，回侯爷，并无可疑。这溜须拍马的功夫倒是越发娴熟了。不知道回去后又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大人，案情告一段落。州府大人今晚想在翠晴楼宴请大人，请大人赏光。下去洗干净身上的味道，再来伺候。庸脂俗粉，不需要你伺候了，退下去吧。回侯府。妈妈，我就这么差吗？让侯爷如此嫌弃，
我不要活了！哎呦，我的姑娘哎，咱们有差距不要怕，妈妈送你去京城的怡红院学习。啊？倒也不必，宁做鸡头，不做凤尾。这叶姨娘花活可真多，为了得宠，脸面都不要了，居然连这种玩意儿。估计那青楼女子都没咱姨娘会的多，也没她努力。姨娘，要不咱回屋去床上练吧，这样影响不太好。等我偷偷练好必杀技，惊艳侯爷一人，把他说服了就够了，管他们干什么？侯爷，你来了。妾身刚才还在想侯爷呢。在想本侯什么？是在想本侯疼爱你吗？侯爷真是明察秋毫，断案如神。妾身想的就是这个。你这些日子倒是养得不错，丰盈不少。那侯爷喜欢我这样吗？是胖些好，还是之前好？领导不光是领导，还是工作的唯一用户，必须要明确用户的喜好。这样就很好。哼，若不是侯爷为了我处置了姚茵茵，又给我提供了新手保护期，我才不会花心思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呢。听说你入府前已有婚约，还是个寒门才子，不仅秋闱有望中举，明年还有望中甲等进士。你放着正经的官娘子不做，就这么心甘情愿地伺候本侯？来了来了，领导要的表忠心来了，就看能不能立住人设了。唉，不瞒侯爷，妾身一开始也是不愿意的，还为此寻死过一会儿。这么快就轻易承认了？其实，原本叶府是想要送妾身的妹妹叶映雪嫁给侯爷做妾的，不知何故，妹妹却突然变卦，说什么也不想入侯府。春日宴上，她居然跟妾身之前的未婚夫衣衫不整地抱在一起了。妾身原本憧憬着嫁人后，等夫君高中做了官，可以护住我的娘亲兄弟，却遭到了这样的背叛和羞辱。一时间想不开，就寻了短见。被救下后，顾氏拿着妾身娘亲和兄弟的安危逼迫，要让妾身替嫁，妾身只得同意了。妾身经历过了生死，也明白了，只有侯爷才真正值得妾身依靠，只有侯爷能护住妾身、娘亲和兄弟。妾身当然要好好伺候你了。该说的都说，爱信不信。小妾这个工作能干多久，全看侯爷这个领导了。唉，谁叫侯爷是干锦衣卫的，辞职逃跑也跑不掉啊，更别说跳槽给侯爷戴绿帽了，只会死得更惨。秦姨娘不舒服，去求夫人找府医看病啊，来这侯爷做什么？哼哼！哎呀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姨娘按耐不住，等着侯爷去宠幸她。以后出门说话前，让那脑子管管自己的嘴，一开口就喜欢揭别人的遮羞布，真是不怕得罪人。侯爷，知道了，妾身以后出门都不带嘴，把嘴给他缝上，就说侯爷给下了命令，让妾身修炼闭口禅。别拿鸡毛当令箭。
你要是喜欢这身打扮的话，我专门穿给你看。闭嘴！侯爷不喜欢妾室的安排啊。那算了，你给我好好待着。哦。见过侯爷，侯爷，妾身许久未见侯爷，我很想你。肚子里的孽障是谁的？侯爷，奴婢该死，求您不要迁怒于父亲他们，他们对您忠心耿耿，都是奴婢该死。我那个大哥倒是有本事，让你临死还死心塌地的护着他。不过本侯倒是可以饶你一命，不光是你，你父兄所有人的命都在你一念之间。你是选择听我吩咐，还是现在去死？都随你。奴婢全听侯爷的吩咐，只求奴婢完成侯爷的吩咐后，能给奴婢的父兄家族一条活路。你还没有资格和本侯谈条件，他们能不能活，要不要命，全在你。侯爷，你是不是从那夜第一次找奴婢，你就知道了？管好肚子里的孽障，本侯留着还有用。姨娘可是惹侯爷生怒了？真香，我成功了！侯爷刚才要了我的好日子要来了。姨娘，侯爷说您的禁足取消了，今天要去给夫人请安，是打扮的素净一些，还是艳丽一些？第一次请安，中规中矩的来，显得我安分懂事就好了。可是我真的不想出门和同事们开会搞团建啊。这些就是我以后的同事。妾身见过夫人。入座吧。叶姨娘，这通常是姚姨娘坐的地方，你还是找个其他地方坐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姚姨娘来了，恐怕又要不愿意了。不愧是勾心斗角的翟道文啊，坐个凳子都不肯。哼，哼，叶姨娘，谁允许你坐我椅子的？经典职场法则，遇事不决问领导，千万别当出头鸟。夫人。这椅子是姚姨娘的专座吗？妾身不能坐吗？没有专座一说呀。夫人，这椅子一直都是我在坐，他一来就鸠占鹊巢，分明是故意挑事。行了，再吵罚1个月俸禄，不过是个座位而已，也值得你们吵来吵去。夫人竟然也被收买，没有收拾那个狐妹子就算了，还说是维护她。哼！叶姨娘，昨天晚上对不住了。无需道歉，能把侯爷请走是你的本事。谢了小妾，下次继续努力。侯府就需要这样上进的好员工，这样我就能提前下班了。前些日子外面有一些不好的传言，说叶姨娘是狐妹子转世之类的，散播谣言的是府里的孙姨娘。去，把孙姨娘给我带上来。叶姨娘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在职场上，被领导问话，该表现就要表现，会说话永远比会做事更得领导喜欢，也更容易晋升。妾身见到了孙姨娘，突然间还真多了不少感触。孙姨娘，咱们都是当妾的，
想争侯爷的宠爱无可厚非，咱都是伺候侯爷的，不争不抢也显得咱们对侯爷太不上心了。谁一旦得宠，心生妒忌更是常态。可是你眼红了，你不花心思想着怎么提升自己伺候侯爷的本事，不想着怎么哄侯爷开心，光想着内斗，真是愚蠢。倒是有些才智。孙姨娘，你说说你，长得漂亮，还会唱曲儿，又得宠的，你应该想想侯爷厌弃你的原因，改正错误，再努力创新出一些新的花样，重新得到侯爷的宠爱啊！你说你把我斗下去有什么用？咱府中还会出现第2个、第3个叶姨娘，你能斗下去几个？唉，咱们侯爷可是锦衣卫指挥使，你散播流言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吧？既没把我拉下来，还把自己坑死了，何苦？叶姨娘，你确实比我聪明，不愧你能得侯爷宠爱。我输的不远。我知道自己不聪明，而且我那些心思都瞒不过侯爷和夫人，我也就不费心去做那些蠢事了。妾身想说的都说完了。说的不错，周嬷嬷，回头赏叶姨娘一些布匹，给她呀多做几身衣裳。是，妾身谢过夫人。这叶姨娘是个通透的，你们也都好好思量一下她的话。这侯爷呢，最是厌恶自作聪明，还有心思歹毒的女人。是。孙姨娘，你散播流言，害侯爷和侯府脸面受损，须罚。侯爷说了，杖30，你活下来，既往不咎。妾身认罚。有的人就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说什么何苦呢？你要是这么同情孙姨娘，你怎么不为她去求求侯爷呢？杖30，可是会死人的。我是人，又不是菩萨，不落井下石已经很高尚了，我怎么可能替他去求情？你看我脸上写着大冤种3个字吗？我今天若是真的帮孙姨娘求情，你们表面上夸我善良，背后里肯定骂我虚伪。要是我拒绝求情，你们又会说我心黑。既然里外都不是人，不如就做这个心黑的贱人，这样你们都要掂量掂量，要害我有没有承担后果的本事。我这个人小心眼儿，若是被狗咬，都要追上去咬2口。虽然我看起来不把什么事放心上，可是不代表我心里不记仇啊。姨娘，听说孙姨娘脱离生命危险醒过来了，应该不会死了。挺好的，希望她这一次能如获新生，别干蠢事儿。还好活下来了，虽然她被刺了，可她做的事也罪不至死啊。不少姨娘前去探我，还送了东西，咱们要去送吗？别送了，现在送什么东西，别人都会觉得咱们暗藏杀机。就送100两银票给孙姨娘吧，就当给她的新生洗3礼了。愿她喜去千华，美丽绽放吧。姨娘，你认真的吗？啊？侯爷。这些个姨娘最近是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叶姨娘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叶姨娘好得很。姨娘，侯爷就再没来过咱们院子了，府里都在传你失宠了。姨娘，你到底在没在听你弟的话呀？你失宠了就不着急嘛？失宠就是放假，打工人哪有闲假期长的，还是带薪休假。不过放假就只能拿基础工资了，这才半个月，
我在侯府的脸面就没了。姨娘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如叶，笔墨伺候。是。如叶，按照这个款式把衣服做出来。哎，等等，你把这个交给侯爷。是。金宝，麻烦你把这个交给侯爷。叶姨娘最近在做什么？吃饭、睡觉、打瞌睡。敢当众让其他姨娘来争宠，也是。看来你是没把本侯放在心上呀。哼，难不成侯爷一直在等叶姨娘来勾搭他？因为没等到，所以就一天比一天暴躁了吗？如意姑娘，就只有这一封信吗？是的。那这样，麻烦你在这等一等，我马上去给通禀。一旦侯爷有什么吩咐，我也好马上通知你。侯爷，叶姨娘让丫鬟送来了一封信，奴才见不是什么汤药香包，就给爷拿过来了。爷可要看？拿来。你觉得你太清白了？我现在就想定屋。这女人脑子里除了黄色飞鸟还有什么？去鸭柳院。这古代没手机，没法刷短剧，这一天天的很难打发时间啊。侯爷来了。你让我看那乱七八糟的画本子，一个人却在这悠闲的下棋。叶姨娘，你的棋艺如何？妾身也不知道啊，平日里都是看棋谱下，自己也没个对弈的。这刚继承来的内功心法，还没打过敌人。看些棋谱，本侯觉得你的字写的不错，师从何人？记忆里也没有这一段啊。本侯不过是问你的习字先生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侯爷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妾身突然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。什么可怕的事情？给本侯说说。像谢晋这种有800个心眼子的领导，千万不能在他这里耍心机，真假参半。假就是真，侯爷也知道妾身2次死而复生，妾身不会是被什么脏东西附体了吧？妾身不会真的是狐狸精转世吧？别胡说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鬼神之说，或许你只是忘记了一些事情。侯爷这么一说，妾身顿时觉得就是这样。你是属狗的吗？又是蹭又是闻的。妾身是在吸侯爷身上的阳气，这样小鬼就不敢靠近我了，妾身就不害怕了。要不然，那换个方式，让你好好的吸吸阳气。你等等，棋还没下完呢。侯爷，你不能看自己要输了就耍这种不入流的手段啊。侯爷，赢了有没有彩头啊？你想要什么彩头？侯爷也知道妾身是被送进来的，是因为妾身的父亲想要叶家成为皇商，甚至做上江淮之地的官盐买卖。不知道这个目的，妾身现在求一求，能不能满足啊？可以。真的可以吗，侯爷？这个彩头会不会太大了呀？妾身进府后的奋斗目标之一就这么实现了。妾身本来是想着这个彩头被拒绝了，妾身再换个彩头，兴许你就答应了。那你的真实彩头是什么？妾身是想回叶府一趟，妾身得宠了，怎么也要回去耀武扬威一下呀。再就是我想看看我那坏妹妹和继母
一副气得要死，但又干不掉我的憋屈样子，还想看看我那爹讨好我，卑躬屈膝对我献媚的样子。来，把本侯伺候好了，你的2个彩头都能满足。领导给了这么大一块饼，还不是画的，即使撑死了也要吃到嘴里去，那又算什么事儿？好嘞，侯爷，您别动，享受就行了。放好。哎，青芷真是太能耐了！你看，入府不过1个月，居然就把侯爷哄得晕头转向了。这枕头风一吹啊，这皇商的身份、官盐的生意就落到我们叶家了。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。青芷啊，如今是江阳侯的宠妾，不是任你拿捏的府里姑娘了。见到她，把姿态放低些，别生出不该有的坏心思啊！哎，对，放那儿！哎，对。叶青芷这才刚得宠，我在府里就没地位了。若是长此以往，还不得给叶青芷的亲娘腾位子呀！绝不能让这个贱人再猖狂下去。映雪，明天叶青芷回来，你让陈元凯也过来。娘，你别打袁凯的坏主意，他还有2个月就要参加秋闱了，需好生念书。他可是有状元之才，我在梦里可都看见了。陈元凯考上状元后，从此平步青云，最后当上了内阁首辅。你要是当了他的前程，我跟你没完。娘也等着你成为状元夫人呢。可是你也看到你爹的态度了，叶青芷那个小贱人才刚得宠，他就巴结得不得了。我就怕你还没等当上状元夫人，你爹就要为了叶青芷那个贱人把我给休了。咱们得想个法子，让那个贱人在侯府失宠。不如这样，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哎，你去前面看看，侯府的马车一到，立马来通报啊！真是不孝敬！叶青芷一回来就把陈元海喊来，是想羞辱谁呢？要是让侯爷知道……2位贤侄，今日府上有贵客要来，恕不接待。明日我特意派人去请2位宴饮，如何？伯父，这么大的阵仗，这是要迎接哪位贵客啊？我那入侯府为贵妾的小女儿今儿个回来，她是女眷，你们是外男，实在是不方便。看这阵仗，叶青芷入了侯府，必然是得宠了。之前他还为了我上吊自杀，若是他知道我对他也是深情难忘，会不会以后也为我的仕途出一份力呀？哼，叶伯父，小生受了叶姑娘的恩惠，今天特意来找她谢恩的。小生可否在这里一起等待？老爷，老爷，侯府的马车来了。侯爷，咱们这是要去叶府。就你话多。我懂。侯爷啊，就是怕叶姨娘受委屈。娘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只要他踏进这个门，保准他身败名裂，被侯爷休弃。好了，该出去迎接我们的主角了。哎呀，这正是，看来女儿在侯府确实十分受宠啊！上一世我入侯府的时候过得举步维艰，叶青芷居然这么容易就得了侯爷的宠爱，还给了这么大的礼遇。叶青芷，今天是你最风光的日子，也是你的忌日。叶青芷之前对我那么情深意重，如今她成了侯爷的宠妾，绝对可以利用。
哎呀，哎，青芷啊，爹没有看错，你真有能耐。哎，快进屋，爹给你准备了热茶和你爱吃的糕点。我再有能耐，也架不住你们在背后捅刀子。青芷，你话怎么这么说？爹怎么可能在你背后捅刀子呢？爹一直盼着你在侯府一直得宠，尽快生下孩子，好傍身呢。你不给我捅刀子，那你叫陈元凯，这个和我有过婚约，要和我妹妹勾搭在一起的外男来做什么？难道不是让有坏心的人借他做文章？说什么我对他还念念不忘的，想给侯爷头上戴个绿帽子。哎呦，青芷，你小声点，大家都听到了。如意，回侯府。傻子才会进这场鸿门宴，还不如发脾气走人。这可是 PUA 渣爹的好机会。别走啊！如意，拦下你主子呀！别就这么走了呀！老爷，你让我家小姐蒙羞难堪，又想让我家小姐给你脸面，这怎么可能？别！青芷啊！混账！今天陈元凯来，是不是你想的馊主意？你是不是想害青芷失宠？老爷，妾身没有啊，妾身哪敢呢？你要相信妾身，我不是那样拎不清轻重的人。母亲，你有应选，他还盼着陈元凯高中呢，不可能做出那种破坏他名声的事儿啊！爹，今天真是赶巧了，是误会。姐姐就算是和我抢了陈元凯，也不能大庭广众之下嚷嚷啊！元凯的名声都被他破坏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的修为。你有脸做，就应该做好被人揭脸皮的准备。你还有脸在这抱怨？我看幸亏是青芷进了侯府，如果是你，就你这脾气，惹怒了侯爷，兴许还会给家里招了灾祸。打死你！贱人，打死你！别让我知道你搞小动作，再让我看到我就休了你！侯爷，你穿朝服的样子太威武了，妾身看的都有点移不开眼了。就你嘴甜，听说你今天去了叶府，怎么门都没进就回来了？顾氏还有叶映雪指定憋着坏水呢，我才不想往坑里跳。侯爷铁定在其他地方听说，不过那不是我亲自汇报的工作内容，该说的还是要说。侯爷，就是那个皇商的事儿和官盐的事儿，还是算了吧。你不是说这就是你进侯府的目标吗？怎么不要了？侯爷，人都是贱骨头，好东西得到的太容易，就不知道珍惜了。唉，只有失去的时候才会心痛，才能长记性。我这样做，就是为了让他们尽快成长，做一个不拖侯爷后腿的钱袋子。挺会套路人心啊！让本侯了解一下你是如何套路本侯的。看来我在侯爷心中的地位又提升了，哼，很快就能恃宠而骄了。姨娘，叶府那边传过来消息，问皇商和官盐的事还能不能行了？得摧毁渣爹的幻想，让他认识到自己现在的价值。你让人告诉父亲，就昨天他们做那恶心人的事儿，侯爷不治他们的罪，都是我在前面顶着呢。切！还想要皇商名额，想要官盐的经营权，做白日梦来的比较简单点吧。
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混账！要不是清旨，叶家就毁在你们手里了。啊！你赶快去江南老宅，去把叶清旨的娘亲、哥哥、弟弟全都接过来！快去，快去！娘，你别过于惊慌。侯府里处处是危机，这叶清旨今天得宠，可能明天就失宠了。马上就是秋闱了，待袁凯高中，咱们的形势就不一样了。到时候爹爹定会更重视袁凯的前程，对咱们的态度也会好起来的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就这么憋屈的忍着？娘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等那个贱人的娘亲回来，咱们不就有拿捏她的筹码了？妾身给夫人请安。落座吧。来人，宣府医。回夫人，秦姨娘有喜了。恭喜你啊，秦姨娘，可以为侯爷开枝散叶了。秦姨娘，你可真是好命啊！最近都得了侯爷一次宠爱就怀上了，不像有的人天天霸占着侯爷，也不见那肚子有什么动静。姚姨娘，我肚子没动静，那是我每次都喝避子汤。我若是想生，以侯爷的能力，肚子早就鼓起来了。明明是你自己宫寒不能生，还说得这么猖狂。看来我院子里出现叛徒了呀！行了，这侯爷的子嗣虽然也不算多，但也不算少。为侯爷开枝散叶呢，确实应该。可伺候好侯爷，更是你们的责任。叶姨娘这个想法没什么问题。女人嘛，年纪太小生孩子总是艰难，过2年再生也是很正常。领导好人呐，回头得多给女领导和她孩子们送礼，刷刷好感度。以后咱们院子里就挂个招牌，上面写着秦姨娘和狗不得入内。姨娘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是怕秦姨娘肚子里的孩子出点什么事儿，到时候赖到我的头上，惹我一身骚。哦，对了，如意，你去查查到底是谁把我宫寒的消息给透出去的，然后送到夫人那儿。咱们烟柳院不留叛徒。是。我花了100两银子，好不容易买通一个婆子，夫人竟然为了叶清芷这个贱人，把人给我翻卖了，真是可恶！我得想个办法，早日把这个贱人给除了。哼什么哼！本侯还没因为你喝避子汤，在家诽谤爷不够努力，治你的罪孽。这狗男人除了爱咬人，还动不动就喜欢来个 PUA 大。面对职场 PUA， 最好的办法就是摆烂加发疯。啊，侯爷，那你就治妾身的罪，反正妾身现在只想伺候侯爷，不想生孩子。好啊，那本侯就满足你。侯爷，那你能对妾身温柔一点？上次折腾的我还没好呢。行啊，今日就换本侯伺候你。姐上了这么久的班，早就想翻身农奴把歌唱，就等着被你伺候。那今天换侯爷当面首。侯爷，怎么了？怀孕了？刚才吃太饱，差点被你颠出来。行，今日你就去休息，明日好好伺候本侯。明儿个让府医给你好好看看，明早就不用去请安了。谢谢侯爷。
您对我真好，不用上班可太爽了。回头夫人那里好好安抚一下，不能让领导觉得我恃宠而骄。Perfect。妾身见过夫人。叶姨娘来了，这是我娘家送来的红参，今天我来就是把这个给你的。入座吧。我就不坐了。怎么了？夫人，这府里的账册做得这么儿戏吗？此话怎讲？除了伺候侯爷，我倒还有其他的工作努力。可是太出挑会显得装逼。不过成为女领导眼中的核心人物，或许也是在后宅争斗中的一条通关路呢。哎，夫人，这账册做出来就是故意骗您的。你看，把各种条目故意混在一起，然后趁机把一些有问题的账目漏掉，简直没眼看。漏掉便没有实物可以清点了。看样子，这账本9成9是对不上的。还有吗？根本就不对。叶姨娘，当真是让你见笑了。我实在是不擅长看账册。哎呀，谁说主母非得会查看账册啊？其实这种事情啊，根本没有必要亲力亲为。您可是侯府的夫人，是主母啊，找几个信得过的账房先生，让他们去就可以了。其实这种事情不用为难自己的。叶姨娘，你说的对，是我钻牛角尖了，谢谢你点醒了我。不知叶姨娘对采办一事可有了解？不会是要给我派活吧？早知道就不多管闲事了。这些蛀虫呢，都是老夫人要用的，要想除掉它们，就要有确凿的证据。我想让你的娘家人负责这次的宴会采购，可否在你们家不赔银子的前提下，给我一个实惠价格？也该给渣爹一点福利了。一个大棒加一个红枣，能让人更容易在心理上臣服于你。夫人如此给我脸面，我绝不会给夫人办砸了。回头就让我父亲亲自操办此事，3天后定然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品质最好的货品。我看妹妹十分擅长查看账册，不如这些陈年的账目就……夫人，我就是个小妾，大账没有小妾插手府里事务的规矩，而且若是让人知晓，这侯府是会被耻笑的，夫人也会失了脸面。这种脏活累活，傻子才会干。夫人，你若是想撤掉旧的采买商的话，有这个陈年旧账也不够的，因为有太多空子可以钻了。这份采买清单，夫人应该让他们也去采买一份，有了清晰的对照，也方便夫人后续发难。妹妹，你真是绝顶聪明。妹妹，我才展露了这么一丢丢的才华，就在夫人心里位置稳了。以后可以多留叶姨娘坐一坐，这么聪明的脑袋，光用来想怎么伺候爷，着实有些浪费。夫人，东西都在这儿了，按照市场价，一共是2000两银子。这些比往常品质好多了，居然才要2000两，往常可要5000两呢。该死的大方，明明吃得脑满肥肠，还敢说我苛刻。妹妹，这次你立下了大功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现在还不知道想要什么，能不能等我想好了，到时候再来兑换？妹妹，你当真是小孩子心性。行，那就给你记下来。夫人，刚才说的2000两银子，那是市场价，我这儿还有叶府的内部价，只要1500两银子。 2000两
已经低于我内心的心理价位了。若那500两我在媚下，我和那老夫人还有大房又有什么区别？平白无故让自己瞧不起自己。你呀，既得了侯爷宠爱，断不能让你在娘家失了颜面。这以后啊，就按市场价，侯府啊，绝不占你娘家的便宜。夫人大气。这下我倒要看看大房那边怎么忽悠我。6000两银子，之前明明是5000两，怎么突然就贵了这么多？夫人呐，您有所不知，5000两那是去年的价了。今年许多东西都在涨价，这个1斤的涨半两银子，那个涨3钱的，加起来就多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去库房查看查看情况。货物的地方太过杂乱，夫人去了那里实在是不体面，派个管事嬷嬷同我一起去看看就行。哼，夫人要去查看货物，你却一味阻拦，是何居心？来人，同我一同前去库房。今儿我倒是要一件一件的查验清楚。夫人饶命啊！奴才这次是被蚩尤蒙了心，才会犯下如此大错，还请夫人给奴才一个机会，奴才定将货品补齐。我知道了呢，你全家老小的卖身契都在老夫人那里，我即便是审问你，你也不会告诉我实话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我想，我有的是办法轻轻松松弄死你。夫人饶命啊！是大夫人，这次的采办都是大夫人的主意。夫人，只要愿意饶过小的家人，保住他们性命，小的愿意什么都说出来。那就看你吐出来的东西有多少价值了。母亲，武管事都交代了。岂有此理！定是这狗奴才阳奉阴违！来人，给我拖下去杖毙！饶命了，老夫人，求求您饶了小的吧！母亲，这叛徒虽已除，难保这些采购商啊没有同他沆瀣一气。我琢磨着，干脆换一批采购商。侯府得你的助力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母亲谬赞，为侯爷分忧是我等本分。儿媳这厢无事，先行告退了。你个眼皮子浅的东西，想出这么个馊主意！若你没有这般废物，老身何至于看那夫人的眼色？母亲，余春，那妾身还不是为了咱儿子名姓能够袭爵，盼着去尾过后名姓高中，原是向张静怡宴会哪怕出半点差池，这管家权也就回来了。可哪成想，他突然变得这么硬气，还早做了准备，就连你安排的那个武管事抓了个正着，真是可恨。现在别管掌家权了，秋闱上明庆的事儿办得怎么样？还没有呢。现在府中银子是指望不上了，那好一点的号舍也要上万两银子，倒是有专人热饭给到公统，可我现在上哪儿凑够这1万两银钱啊？那个姚姨娘的父亲是礼部侍郎，专门负责科举一事。你同姚姨娘说说，哪怕硬她坐上夫人的位置也好，她定会尽心尽力的。哎呀，我怎么忘了姚姨娘这一茬了？爷，还得是你，这侯府啊，还得您来掌管。下次注意小心，记住了吗？本侯听说你帮夫人查看账目，还发现了不少问题，夫人因此还撤掉了贪府里银子的管事，换了叶府当裁判商。本侯觉得你越发聪明伶俐了。没有，妾身还是像以前一样，除了满脑子都是侯爷之外，便什么都没有了。侯爷，姚姨娘身边的王嬷嬷求见。姚姨娘这是学秦姨娘来截胡了呀，估计还盼着能一举还孕。只不过侯爷好像已经被人家榨干了，恐怕就算是过去了，也有心无力呢。那本侯就让你看看，到底有没有力。
姨娘，你快出来看看，谁来看你来了？侯爷来了。侯爷在忙呢，不过大夫人来看您来了。谁要他看了？哼，忙，那侯爷怎么有时间去禁止那个贱人的房里呢？他分明心思就不在我这儿嘛。嬷嬷，侯爷怎么对我这么绝情啊？叶青芷这个贱人，看我不让大房弄死他！姨娘，那是给侯爷添堵啊！万一大房的人失败了，把你给供出来，孙姨娘的下场您可看到了？我不信，大房夫人和夫人斗了那么多年，弄死一个小妾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我是失宠了，但是我得不到侯爷，其他贱人也别想得到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大房夫人的诚意。哎，姨娘。这姚茵茵竟敢让我等上半炷香的时间，若不是为了我儿……大房夫人，我家姨娘叫您进去。姐姐来了。我刚刚犯困，就眯了一会儿，劳累夫人多等了一会儿。王嬷嬷，还不快上茶？是。这可是今年新采的毛尖，姐姐被夫人换了供应商，想必还没尝过今年的新茶吧？哎，这礼部侍郎家的女儿就是有排场，这香就先谢过妹妹了。我也不想叨扰妹妹，只不过我儿过几日秋闱，你也知道那好社。哎，这乡试考试要连考3天。这考完就能让人蜕一层皮。哎，有那体质弱的死在里边也不奇怪的。不过，有一个好的好社，也就1万两银子。姐姐这侯府大房夫人，不会这点钱也……妹妹家世显赫，姐姐自然不能比。不过这点事儿对礼部侍郎来说，那就是毛毛雨。哎，你放心，姐姐啊，不会忘了你的恩情。以后有事随时来找姐姐，啊！哎，不必以后了，姐姐现在就可以报答妹妹我了。你帮我，这可是会死人的。我听说你爹前段时间扬言不认你这个闺女了，该不会是怕办不妥考试好社的事儿，故意为难姐姐我吧？我再怎么着也是我爹的亲闺女，那都是一时的气话。再说了，侯爷就是一时图个新鲜，凭姐姐大房夫人的身份，弄死个小妾还不是手到擒来？等那贱人一死，他还能拿你怎么着不成？这，姐姐，你没发现这个贱人主母那里也多有袒护吗？万一以后她恃宠而骄，却也只会给那张静怡一份薄面，有朝一日成了气候，徒增了一枚眼中钉啊！想必这些年，姐姐也受够了张静怡的气。如今你我2人联手，好社都是小事。一旦夫人想要掌管钟馗，妹妹我必然是尽心尽力的斡旋。别忘了，我姐姐可是怀有龙种的宫妃。行，你一定先跟你爹打声招呼，免得误了事。3日后，我定会让你看到结果。烟柳院里有家丁把守，来硬的怕是不行。放心吧，夫人，我自有练就一身本领。4个大汉进可我身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手到擒来。嘿嘿。
这个女人是乌龟吗？这都3天了，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当真以为龟缩起来就能高枕无忧了？哼！如意，去加点雄黄，最近蚊虫蛇鼠多，注意防范。姨娘放心，正房和厢房都撒完了，我去大门看看，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地儿。嗯。谁？你这是？姑娘，小厮这厢有礼了，还请你把这个偷偷放到你家姨娘的汤中，事成之后还有这些相送哦。啊，原来是要害我家叶姨娘啊！来人！侯爷，这是大夫人身边的人，他和姚姨娘勾结，想要谋害叶姨娘。咱们是否要做蛇此事，一举拿下大房？你觉得如果那个丫鬟出事了，叶姨娘会伤心吗？如意是叶姨娘的贴身丫鬟，想来会心疼几日。那还不赶紧去追！不愧是高门大户里出来的，连个小丫鬟都这么水灵。救命啊！来人！喊吧，看看有没有人来救你。不过我可不着急弄死你，好好养着，慢慢玩，既不美哉？来吧！别过来！我给你钱，我给你1000两银子。哼，你个小丫鬟，哪来那么多银子？休想骗本大爷！我家姨娘心疼我，放了我肯定能给你银子。那就等我玩完了，然后拿你的钱，再拿你的命，来吧！救命啊！这锦衣卫，你别过来，要弄！大夫人派你来的。侯爷，难道他自尽了？一个地痞无赖罢了，倒没那个本事。看他嘴唇黝黑，应是中了蛇毒。将他丢进大夫人的院里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。他们就是这样打我，然后我就哭，然后他就打死我了。就是这样，姨娘，奴婢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姚姨娘太恶毒，还要杀你，多亏了侯爷早有安排。此事因我而起。姚茵茵，你真当我是好欺负的？如意，去找几个身子壮、力气大的婆子来，一人给20两银子。我现在要去姚姨娘那里砸场子，到了之后，你们就负责拦住那里的丫鬟婆子，其他什么都不用做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有怕事的，现在想离开还来得及，把银子给我就可以走了。之后你们被罚、被打，或是被卖出去，我会再给你们补偿50两银子。姨娘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吗？出发！你们，叶青芷，我还没找你，你倒杀上我们上来了。别以为你这个镇长我会害怕，我爹可是……再敢动我的人，下次打的就不只是你的脸了。
有你好受的。哎，嬷嬷，叶青芷，我要杀了你！过来，我要杀了你！吵死了，把他嘴给我堵上！干什么你呀？赶紧走开！姚茵茵，你还真是从来不让我失望。我现在就去告诉夫人，看看夫人如何发展。所以你去找姚姨娘前就得到消息了，知道她在行巫蛊之术诅咒你我？那倒没有，我纯粹是去出口恶气的，这个就是意外发现。你呀，倒是实诚。我看你这次行事太过跋扈了，就是恃宠而骄。夫人教训得对，妾身认法。你呀，还是先回烟柳院思过吧。这事儿啊，要由侯爷来定夺。好吧。哦，对了，夫人，这个扎小人诅咒不准的，别放在心上。我看你有这卖乖讨巧的心思，就说明你这次是故意跋扈行事，性质更加恶劣了。若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下次你只会更跋扈。夫人说的对。侯爷，叶姨娘将姚姨娘打了。什么？侯爷回来了。谢谢侯爷让二位保护了如意。侯爷，你对妾身真好。本侯可是听说，为了如意的事儿，你带人砸了姚姨娘的院子。你这是仗着本侯给你撑腰，不会怪罪于你是吧？那还不是因为侯爷平时对人家太好了，人家有些飘了，根本受不了这么大的委屈。而且我本来就知道侯爷肯定是会站在我这边的，可是我就是想给他2巴掌，出口恶气。你倒是敢做敢当。那侯爷你要如何罚我呀？不就是上班吗？这我熟。你就在这儿好好学学规矩吧。姨娘，侯爷这是生气了吧？要是姨娘没有为我出气就好了。没事儿，侯爷没生气。就算失宠了，我再去争回来。若是真的争不回来，那就算了。这不还有主母这条大腿呢？虽然主母的腿细一点，但勉强也能凑合着抱了。侯府叶姨娘打了4品官员的女儿，被罚学规矩，值得考试合格。这个小贱人实在是太猖狂了，居然敢干这种事情。这下他一定失宠了。看来姐姐一时得宠就迷失了，那姚茵茵怕不是要整死她。姚姨娘被贬为贱妾，禁足3个月。什么？这叶青芷果然好手段呢！还有2天就要相试了，我得去问问袁凯准备的怎么样。我是注定要当上首府夫人的。该死的叶青芷，居然害得我被降为贱妾！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，否则有他好看。这会儿天没那么热了，如今禁足时间也过了，不如出去散散心。大爷，亲，小心孩子。嘘，千万别冲动，咱们先看看是谁。
能让我利用的太多了，我这是走大运了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！你把这事儿告诉侯爷就行了，千万别想着那些有的没的。你想啊，咱们告诉侯爷这事儿，让侯爷看到你的心意，会对小姐更加宠爱的。侯爷要是因为此事愿意宠爱我，愿意来院子，我可以不和大房联手搞事的。哎呀，嬷嬷，我们还是先走吧，这里蚊子太多了，咬死我了。哎呀，该死的蚊子，咬得我都毁容了。嬷嬷，你看看这咬的红疙瘩，抹上药能消除吗？我今天晚上还想见侯爷呢。红疙瘩是能遮盖的，而且晚上灯光暗，看得不那么清楚。让丫鬟再给你梳洗打扮一下，还是个绝色美人。哎，嬷嬷，那你现在就去请侯爷，我现在沐浴更衣，不然时间就太晚了。侯爷，姚姨娘撞破了秦姨娘和谢大爷一事。侯爷，姚姨娘身边的王嬷嬷求见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。本侯没空。看来规矩学得不错。都是夫人请的嬷嬷教得好。侯爷，可要安置，妾身伺候侯爷更衣。当真端庄还是装的？就让我看看你装到什么时候。半月不见，侯爷好像清简了些。纵然公务繁忙，也要好生吃饭休息，最好不要太过纵欲，身子更重要。真新鲜，一向喜欢榨干我的小狐狸，突然开始关心我的身子了。要是你在花园里遇见了偷欢的男女，你会看个究竟吗？这是免费能看的东西吗？我才不看，舔舔眼就够了。那有什么好看的？妾身肯定会马上离开，留下来可能会惹一身骚。哎，不过啊，要是有一群人看热闹的话，妾身兴许会去瞧一瞧乐子。你倒是拎得清，真错。那个刚入府就被推下水的叶青芷和现在的叶青芷感觉很不一样。嬷嬷，侯爷呢？是不是太晚没在府里？姨娘，侯爷今天有事，不方便来。明日吧，侯爷一定会来。嬷嬷，我的心好疼啊！姨娘，这样也好，我算是死心了。嬷嬷，你去找大房夫人，让她找人抓一些毒蛇、毒蝎子，还有毒虫子，扔到那业界人的院子里。就是咬不死他，毒不死他，也要狠狠地吓他一顿。哎呦，我的大小姐呀，这可不行啊！况且自从秋闱结束，老奴亲自去找大房夫人2次，她都很敷衍。你提的这个要求，她肯定不会答应的。听他这样说，你让他乖乖按照我的吩咐去做，否则将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。如今公子在秋闱喜提时7名，我家姨娘可是出了不少力。只是我家姨娘答应的事办到了，大夫人一事该如何履约呢？放肆！哼！夫人不想大爷和秦姨娘苟且之事被人知道，而影响公子的仕途吧？休得胡说！好，我知道了。
回去告诉你家姨娘，让她等着瞧吧，肯定不会让她失望的。只是她答应过我的事，我家姨娘也会守口如瓶的。姚茵茵，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了。姨娘，你猜陈元考考了多少名？倒数第一。姨娘英明，不是倒数第一，可也差不多，是倒数第3名。听说在考试前，二小姐曾高喊陈元凯会中解元，还羞辱那些学子狗眼看人低，看不清人的真才实学。可现在榜单一出来，看到陈元凯就考了倒数第3名，可把那些学子笑死了。还有那些坏心眼的，专门找了好几个小乞丐，高声宣扬这样的事，把陈元凯羞辱的连客栈的门都出不去。这可真是捧杀的最高境界。哦，对了，姨娘，您的娘亲还有大少爷、三少爷，今天已经到京城了。你不是想他们吗？等过2日，咱们去相国寺上香，可以传递消息，让夫人他们也去，咱们在寺庙里见上一面。我得去看看，如果给我拖后腿，那以后就少跟叶府来往。汤包好了吗？包好了。走，去见侯爷。哎，小姐，衣服。哦。怎么可能是倒数第3？上一世明明是陈元凯拿到了榜首，还当上了首辅。不对，一定是哪里出错了。榜首是谁？宋子毅。我记得上一世宋子毅并没有参加科举，怎么会？我打听到宋公子在路上丢了盘缠，是大小姐资助的路费。原来是叶青芷那个贱人。见过叶姨娘。侯爷可用过晚膳了。我那小厨房最近研究出一道新菜，想给侯爷尝尝，还麻烦你帮我通传一下。哦，好的。妾身参见侯爷。不是都躺了几日吗？怎么还瘦了？妾身这几日天天喝苦药，肚子还疼，根本没胃口吃饭。妾身现在浑身都泛着苦味呢。侯爷要尝尝吗？侯爷，妾身是不是苦的？哎，侯爷，这里是书房。到时候传出去，众人又要说妾身不顾廉耻，回头侯爷还要下封口令，多麻烦！你什么时候在意自己的名声了？卖你狐狸精，不都是夸你吗？妾身不是在乎自己的名声，我是在意你的。是时候立深情又乖巧懂事的人设。男人啊，就喜欢你爱他爱到死去活来，可又乖乖听话。说吧。找我何事？过几日呢，妾身想要去相国寺上求个平安符，再见见娘。准了。备膳。哎，等等，出门在外，妾身万一遇到什么危险呢？侯爷能不能多派些人保护妾身？我的小命可就攥在你的手里了，你得对我负责。本侯就没见过比你还怕死的人。妾身不是怕死，是怕见不到侯爷了。妾身可舍不得。侯爷，那今晚妾身就睡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。侯爷，你可真好。侯爷，出事了！侯爷，大事不……说。侯爷，后院姨娘们住的院子里被人扔进来许多毒蛇，秦姨娘被吓得动了胎气，府医正在救治。海棠院那边，姚姨娘也被毒蛇咬了，如今昏迷不醒。只有烟柳院那边，因为撒了雄黄和驱虫药，没人受伤。
安排几个侍卫进后院抓捕毒蛇、毒虫，再找几个大夫，给被咬的婆子、姨娘都看一看。是。侯爷，到底是谁干的？这么恶毒！妾身最怕那些东西了。你院子倒是没事，你是属乌龟的，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。妾身怕死，更怕背锅。妾身伺候侯爷更夜，刚听说秦姨娘被蛇咬，还动了胎气，侯爷肯定得过去看看吧。还有那个姚茵茵，不知道有没有被咬死。这姚茵茵多次陷害你，置你于死地，你不想她死吗？说实话，妾身根本没把姚茵茵放在眼里。妾身有侯爷护着，她根本就威胁不了妾身。但她今天若是死了，以她姐姐和爹的身份，肯定会把原本帮扶侯爷的殷谦变成侯爷的敌人。所以，她活着的意义比较大。你可知这毒蛇是谁放的？领导弹性正浓，那必然要做好土根。谁呀？这侯府尽在侯爷的掌握之中，我也想知道这大聪明到底是谁啊？一直找你麻烦，又想杀你丫鬟的大房夫人，难道是因为采办商？不是这大房夫人的气量未免太小了吧？这么不把侯爷放在眼里？但若真是大房夫人，当初我打姚茵茵的时候，她的反应也不像我冤枉她呀。她有求于姚茵茵。大少爷中举一事，聪明。科举已结束，大少爷也中举。还有设这种朝廷默认的考场规则，即便被爆出来，也不是啥大问题。难道想到了什么？妾身猜秦姨娘和大爷给侯爷戴绿帽子了。啊，你不觉得惊讶吗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同是小妾，你真是太勇了！没辞职呢就敢在外面找下家，在古代想跳槽不能这么干，会出人命的。你可有什么法子？侯爷，臣妾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剧本，要不臣妾说说，你听听。说说看吧。姚姨娘对侯爷无比痴情，见不得别人得宠，但侯爷偏偏独爱妾身一个。姚姨娘一心想要弄死妾身，大房夫人因为秋闱好色一事找上他，她借此机会想要大房夫人除掉我，但妾身托侯爷的福安然无恙，这就是姚姨娘因爱生恨。这事我都帮你办好了，你现在这么对我，不行！你要是不说出这件事儿，今天谁也别出这个门。姚姨娘，你别着急嘛。你说你这一天天的，又能拿我怎么样呢？不断的用好色一事威胁大房夫人，迫害府里的人，搅得府里上下不得安宁，甚至还污蔑秦姨娘和大爷苟且。他此举就是为了让侯府成为京城的笑话，这便是姚姨娘的报复。谣言最是伤人，为了自证清白，秦姨娘撞柱子而死，大爷呢就发誓说自己绝对没有。而这么一闹，大房买好色这一事铁定会被爆出来，到时候大少爷中举一事会蒙一层灰。侯爷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比你写的那些污秽的本子强多了。听到也不给个准确评价，还借机埋汰我。侯爷，你快去吧，夫人现在指定着急呢，等你出面主持大局呢。去。姚姨娘绝对不能死了。秦姨娘那边心意到了即可。周嬷嬷，你派几个人去姚姨娘那边，务必保住她的性命。是。等等，叶姨娘呢？她可没事。今晚宿在了侯爷的院子，躲过了一劫。也好，你先去吩咐吧。侯爷，燕儿和玉哥没受到惊吓吧？没事儿，妾身一听说出事了，就派人把他们接了过来。叶姨娘呢？没和您一起来吗？睡着了，不用管她。
现在整个后宅也就只有他还能睡得着了。侯爷，今天之事是大房吗？大房夫人因为秋闱好射一事找上他，他借此机会想要大房夫人除掉我，不断的用好射一事威胁大房夫人祸害府里的人，搅得府里上下不得安宁。那侯爷打算怎么办？你说呢？大房放毒蛇毒虫一事，须得狠狠的敲打才行，必须加法严惩。只是这秦姨娘一事若暴露出去，对侯爷名声损伤极大，更会影响侯府其他主子们的婚嫁，不如偷偷瞒下来，惩罚一二。为了大房，你不委屈？不是为了大房，是为了侯爷和侯府的名声考虑。安分守己，不拈酸吃醋，一贯以我为重。只是天资有限，又是替嫁庶女，无得力的人教导，管家多年，虽然勤勉用心，但是依旧有些不得章法。侯爷，妾身说的不对吗？没什么问题。上次你给我提过叶氏擅长看账本，不如就等他从相国寺回来，在你手底下当个账房先生，好好帮你捋一下府中账册，也好好查一下大房那边贪污宫中的银子，让他如数吐出来。好，妾身这就去安排叶姨娘掌管账册一事。姨娘，听说昨天晚上那些毒虫毒蛇是大房那边放的，被侯爷给抓住了，还让那些人把那些抓起来的毒丢到了大房那边，差点没把他们给吓死。对了，姚姨娘昨晚上也疯了，大喊秦姨娘和大爷有勾结，秦姨娘为了自证清白，撞柱而亡了。姚姨娘呢？她活着吗？姚姨娘差点被盛怒中的老夫人用拐杖给打死，被侯爷给拦了下来。不过侯爷连夜将她送出了侯府，送去家庙了。侯爷，妾身今天去相国寺上香，侯爷打算派几个人保护妾身啊？60个。这夫人出个门，也只带8个侍卫，你想要多大阵仗？那侯爷让妾身院子里的阿威也跟着，反正妾身不在院子里，他留在这也没用，一起走吧。恃宠而骄。金毛，你叫上暗1、暗3一起保护叶姨娘。是。姨娘，夫人和大少爷在那边呢。青芷，这清冷淡美人也不像原著记里那个动不动哭啼的娘亲啊，该不会也被传了吧？青芷，青芷，都是娘没用，护不住你，才逼你去了侯府做妾。对味儿了，还是记忆里熟悉的母亲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娘亲也穿越了。娘，我在侯府过得可好了，你看我这气色，哪像被欺负的？娘瞧着，你的气色确实不错，可娘素来笨拙，没法从气色判断出你是否在侯府没有受到委屈。你惯会骗娘。娘，先不说我了，你们回来后，父亲对你可好？那个顾氏有没有再欺负你？他要是再不安分，我就让侯爷不把叶映雪放出来了。顾氏自请下堂，你父亲又让我回来做了正事，现在对我挺好，就是太过热情了些。走，上香。去查一查，那个身穿白色衣裙的美妇人是哪家府上的女眷？是，王爷。
妹妹，这位是肃王爷，快给王爷行礼。见过王爷。免礼。多谢夫人解惑。这是谢礼。这万万不可。拿着。娘亲，怎么回事啊？肃王为何要谢你？肃王听娘在念佛经，便问了几句佛经上的禅句是何意。这明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怎么出来一趟就触发解锁了强取豪夺的剧情？怎么会有这段记忆？难道是娘亲的上一世？其实去王府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活着才最重要。哪怕是个外室，也比商人气舒坦。不过是跳槽换个老板，但对娘亲这古代人可能……哎，我得想想怎么说服娘亲。娘亲，大哥，我们回去吧。娘，你今日回去后就和父亲和离吧。为什么？肃王今日明显对娘亲动了心思，就凭那块贴身玉佩，足以说明他对娘亲势在必得。娘绞了头发，入尼姑庵出家可行？今日举动就说明他性子霸道，不遵礼法。就算娘亲真的当了尼姑，他恐怕也不会放过你的。那娘只剩下寻死一条路了。哎，呸呸呸！娘亲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才多大点事儿啊！涉及名节，这事还不大吗？生死面前，一切皆可看淡。名节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而且娘，你念佛这么多年，怎么还着了相呢？况且什么？娘，你若是真的死了，肃王没有得到你，他只会更惦记，还会特别愤怒，认为你宁死不从，蔑视皇权。到时他铁定折磨大哥小弟来泄愤，轻则流放，重则杀头啊！青芷，还是你聪明，娘不会想着死了。可让娘开心的伺候王爷，娘恐怕做不到啊。是娘拖累你们了，想不到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能被王爷给惦记上。这王爷是不是有什么隐疾呀？是母亲不争气，之前就因为得罪了老爷，害你们苦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被王爷给惦记上了，本该竭尽全力为你们铺路，却让自己的心给困住了。娘，其实换个角度想问题，不喜欢的事情也可以开心的做。娘，你信佛念佛，佛说众生皆苦，需度人度己。肃王为大赵征战10余载，手下亡魂无数。虽然他是为了保护大赵的百姓，但是也是犯了杀生罪啊。那又如何？他不遵礼法，犯了业果，你不如陪伴他，日常为他消除罪业。对，你想想，若是这般让你去度他，是不是就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他了？就是做现在的自己，抱着一种度化他的心态来平等对待，包容他的贪嗔痴。确实这样想会好很多。但是娘会不会得罪王爷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娘亲，你别这么想。回头我再教你一些跟他沟通的小技巧，保准你跟肃王交涉起来游刃有余。父亲，你与母亲和离吧。你这个不安分的！你们是不是误会肃王的意思了？老爷，肃王府的人来送礼了。你们能不能告诉王爷，其实穆念秋他有隐疾，事前……父亲，别挣扎了，接受吧，别让肃王的人等久了。肃王乃是皇上之外的皇室第一人，什么美人没有？你娘真过去了，指不定就是个外室。
王爷欣赏大公子，要重用大公子，特地在户部为大公子谋了一个实差。王爷说，小公子虽年纪小，却也机敏聪慧。若小公子想科举，可拜入名师，为其引荐，亦或者进入国子监学习。王爷既要重用二位公子，自然也要抬高叶家的门楣。这一个皇商嘛，是跑不了的。只要叶老爷知情识趣，那一个官盐的盐引权，还不是王爷一句话的事儿吗？本想靠女儿实现了终极目标，没想到靠着妻子居然实现了。这位是尊夫人吧？公公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正在和夫人谈和离呢。这么识趣儿的倒是头回见。公公，之前我被府里的贱妾蒙蔽，冤枉夫人残害子嗣，害她在家庙待了12年。夫人说她常年吃斋念佛，以不理俗事。这下提出和离，想入庙修行。我也觉得对不住她，就同意了。我都这番表态了，肃王应该不会事后找我翻旧账了吧？夫人是要入庙修行啊。感谢王爷抬救儿他们，我愿日夜诵经，为王爷祈福。那夫人可愿入王府为王爷诵经祈福？去王府念经祈福，可是要成为王爷的侍妾。王爷说了，只要穆夫人愿意入府，庶妃的位置便是夫人的。行，庶妃就庶妃吧。何日入府？那带咱家回王府向王爷请示。宁秋，你我夫妻20载就这么断了啊？老爷莫感慨了，还是快些写和离书，去官府办手续吧。我看这肃王是个急性子，莫惹恼了他吧。母亲是以庶妃的身份入府，比我们预想的情况要好些，但身份高也扎眼。我们在外面帮衬不到母亲，您能依靠的只有王爷。您入府后，切记要从王爷身边找几个得力的人护住自己。母亲记下了，难为你了，要你告诉娘这些。这是妹妹离开前嘱托过我的，我不过是代为转达罢了。去给妹妹去封信，莫让她忧心。告诉妹妹，为娘会做到她告诉的那些：无欲、无求、无悲、无喜，只一心念经祈福，消除王爷的罪业，为王爷添福添寿。这怎么可能？明明上辈子穆念秋死在了大火里，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黄粱一梦？不行，我得想个法子。王爷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穆夫人已答应入王府为庶妃，问王爷何时入府啊？她是喜是悲啊？穆夫人吃斋念佛10几年，估计早就练成了一颗玲珑的剔透之心呐。她看起来无喜无悲，波澜不惊，只说为了回报王爷的厚恩，愿意入府为王爷诵经祈福。那其他人呢？是何等态度啊？知情识趣呀！没白瞎本王抬举他们一场，那就通知他，让他明日便入府，把听雨阁收拾出来给他住，再收拾一间小佛堂。王爷，这穆夫人入王府，咱们是不是得知会王妃一声啊？那你去通知他一声，顺便警告他一下，
她可是本王看中的女子。如果她敢下手，本王便废了她的王妃之位。姨娘，叶府传来了消息。不愧是出身皇家的大领导，出手就是比侯爷这样的小领导大气。皇商身份，后顾实权，国子监读书名额，庶妃之位，哪一个不是别人抢破头都想要的好东西啊？苏王一口气全给了，这领导能处。让领导为自己保驾护航。别逼人辞职。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业务范围。真诚才是必胜技。侯爷，你吓死妾身了！你想看就看啊，妾身也没有什么要瞒着你的，干嘛偷偷摸摸的看？本侯还没说什么，你这小嘴就罢了，恃宠而骄。侯爷，妾身想求你件事。可是为这个？侯爷真是太好了，咱俩真是心有灵犀。那你想怎么感谢本侯啊？扫干净点啊！这边边角角都给我注意了。这花太俗，配不上念秋那般晶莹剔透的人。来人，给我换成水仙。哎呦，王爷，您瞧这花多喜庆啊！今日可是您的大喜之日啊！喜庆，是要装扮的喜庆点儿。来人啊，把门上都给我贴上喜字儿，还有啊，灯笼也都给我挂上。王爷，那奴才这就去接穆淑妃入府。快去！哎，等一下，本王要亲自把她迎接入府。是。怎么不是黑就是蓝，就没一件喜庆的吗？到了这个年纪，突然开始发情的男人，真可怕。哎，念秋，你可曾怪过我？都到了这般境地，还提过去做什么？念秋啊，要不你还是换件红丝？哎，哪有欢天喜地送前妻出嫁的？老爷，苏王到了。见过苏王，免礼。告退，告退，告退。见过王爷。在写什么呢？在抄写佛经，为王爷祈福。今日的佛经还没抄写完，剩下的就拿到王府去抄吧。好。王爷稍等，妾身整理一下随身物品。怎么，在你的身旁没有丫鬟伺候啊？我习惯了自己做这些。你可愿本王让你入王府啊？一开始是愿的，甚至想过一死白了。但卿旨劝我换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。王爷为大赵征战20年，守护百姓，却也身染罪业。
我也应当为王爷尽一份心力，为王爷念经祈福，消除罪业，为王爷添福添寿。好一个清旨，虽然跟我想的不一样，但是先把人抓到手里再说。来，进来。你看，这里就是你的住所。有什么不满的地方，就告诉张德全。本王已经给你准备了手下，在这个府邸，不会有不识相的人过来惹你。妾身习惯了清修的日子，只想为王爷念经祈福，不想去向王妃请安，也不想去和府里的其他女子打交道，可否？多大点事儿啊？可以。谢谢王爷，妾身无以回报，只能用心为王爷念经祈福。王爷，可否让妾身把剩下的佛经抄写完？啊，可以，可以。累了就去床上休息会儿吧。王爷，要一起吗？你愿意？妾身给王爷宽衣。可是吓到你了。妾身一介女流，不曾见过战争的血腥，一直觉得王爷是皇家贵胄，高高在上。今日看见王爷的伤疤，才惊觉，王爷身份再贵重，却也是血肉之躯。王爷身上的伤疤，是为大赵，是为百姓，是功勋，是功德。妾身不觉得丑。本王罪孽深重，渡我。姨娘，听说苏王因为夫人已经2日没上朝了，就连皇上都拒见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啊，不对，娘亲自有娘亲福。你多注意点苏王府那边的消息。是。这外面都在传呀，肃王纳了一位穆淑妃，宠得厉害。这位穆淑妃当真是你娘亲？是的。救命！和同事在工作时间聊八卦，可是职场大忌。说是你娘能在王府一直得宠，你会不会想更进一步，做平妻？夫人，等我娘亲真正成了肃王妃，我再好好考虑考虑这平妻一事。你倒是真敢说，这肃王妃的娘家可是门阀士族的王家，这王妃之位啊，稳得很呢。所以夫人就不要多想了。有娘亲这职业榜样在前，傻子才当做牛做马的主母呢。夫人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，我没兴趣当平妻做主母，你就安心做好你的位置，谁要是敢害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为什么？夫人，这大实话说出来你不爱听，也不相信，我还是不说了。你说，当主母要管理府中的大小事，争宠、教养孩子、置办嫁娶，碰上个找麻烦的还要强颜欢笑，
苦水吞进肚子里不说，还要被侯爷训，被婆婆训，这得是石头人才能办好。夫人，我可没你这般温柔大度。你也是真敢说。好了，我就相信你的忠心了。对了，账册之事查得如何了？夫人，这里记录了结账册上的问题，夫人一瞧就明白了。简直混账！老夫人那里，他们也敢糊弄。唉，跟坑夫人相比，九牛一毛。妹妹，这查账之事你做得不错，想要什么奖励？马上就秋社了，妾身宫寒，加上身子湿气重，想去庄子泡泡温泉。这事你可问过侯爷？侯爷可许？他要是不许的话，我也没法应允你啊。还是夫人主，请个假简单的很，哪像侯爷需要加半夜的班才能摸得他同意。方真是胡闹！那个穆念秋，你宠也就宠了，可也不能不给苏王妃脸面。皇兄，南边的楚国正虎视眈眈，伺机侵略，不若让臣弟去镇守南边，为皇兄分忧。带着你的穆淑妃一起胡闹！你宠妾也不能不给苏王妃脸面。那臣弟身边总得有个人啊！赶紧给我滚！参见王爷，恭喜王爷。哈哈，还是你会说话呀？对了，你是不是有个贵妾叶氏，是本王淑妃的女儿？正是，叶氏这2日正寄过来探娘亲，写了封信，缠着臣想法子交给穆娘娘。那给本王吧。臣今日没带在身上，回头安排人送去王爷府上可好？行。对叶氏好点儿，别惹本王淑妃烦心。没想到本侯爷有靠小妾与苏王套近乎的一天，得好好感谢他一番。带这么多东西，你是打算常住啊？去都去了，怎么也得玩1个月吧。上次太医说妾身宫寒，泡泡温泉有益健康。哎，你不是说想你娘亲了吗？不如给你娘亲写封信，本侯呢代为转交。我娘现在有苏王护着，我添什么乱？今日本侯可是见到苏王了，苏王说让本侯对你好点，你是不是也该写封信让你娘对苏王好点？侯爷，你该不会是见到苏王就骗他说我写信给我娘让他转交，回头来我这骗信吧，既让妾身感激你的送信之情，又让苏王开心，你可真是两边都做好人啊。写不写？当然写了，只不过侯爷你这样又欠了妾身一个人情哦。行，就算本侯欠你的。正好今日本侯要出城，刚好送你去庄子。不过，不许在庄子里待这么久，秋社结束，速速回府。哎，和领导请长假这事，就是一场漫长的博弈呀。王爷，王爷，不好了，小世子发高烧了。可请了太医？王妃不光请了太医，还请了道行大师来为小世子驱邪呀。王爷，刚才道行大师说了，世子啊是被八字相克的人冲撞了，所以才会发高烧。那你接下来是不是便要告诉本王，那八字相克的人便是淑妃？父王，你是不是要废了母妃，要废了儿子的世子之位？是谁告诉你这些事情的？府里的人都这么说。身为世子，没有明智判断，这个儿子已经被王妃养废了。你好生养病，父王明日再来看你。
王爷回来了，怎么看着这么不开心啊？世子病了。世子有太医精心照料，不会有事的。妾身这就为世子祈福，尽一份心力。念秋啊，给本王生个孩子，好不好？王爷，妾身年纪大了，恐怕不行。到时一尸两命，也是常见的。王爷不如多宠幸那些年轻的妃妾们。该死，居然让本王去宠幸别的女人。不过生孩子确实危险，那就不生了。本王也不是非要你生的。王爷，妾身前几日没有服用避子汤。不用担心，这也不是1、2天就能怀上的。若是能怀上，借此保住念秋，自然更好。本王要的可是这个人。对了，你女儿写给你的信，本王专门拿回来给你。谢谢王爷。可要本王念给你听啊？那你念给本王听可好？姨娘，苏王和夫人，苏府穆淑妃来了。苏王后娘亲来了。免礼，你是念秋的女儿，那也就是本王的女儿，那我以后就喊你一声青旨了。谢王爷抬爱。娘，真是太惊喜了！刚才听到你和王爷来了，我都不敢相信。王爷说要给我一个惊喜，我也不知道今日是来找你的。王爷，夫人，谢晋，你来的正好，陪本王去附近的山上打只野兔子，中午加餐，让他们母女俩说说话。是。娘，你在苏王府还好吗？可见过王妃等其他人吗？他们会不会找你麻烦？挺好的，我把要求都跟王爷说了，王爷派了人保护我，还准我不必向王妃请安。那些想见我的，也都被他挡回去了。那就好。只是说想要我生个孩子，这等事情，我一个为娘的，本不该和你说。可我也找不到人说，只能……娘，这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？你拿不定主意的事儿，都可以和女儿说，我帮你出主意。纯爱战神与佛系美人娘亲的 CP， 由我守护。王爷知我年纪大，不好生养，只是提了一嘴，便改口说不要了。可我觉得，他还是想要一个孩子的。那娘，你怎么想？王爷为大赵征战多年，舍生忘死，只得世子一个难定，确实令人惋惜。我也曾多次劝说他多宠幸府内妃妾们，可他每日只来我这里，拥有了他的偏爱，却不能为他带下一儿半女，娘心中有愧。金芷，你说，娘该不该为了王爷要一个孩子？娘，你可找太医瞧过身体？若是怀孕的话，你身体吃得消吗？前天有找人瞧过，太医说娘的身体还不错。娘，你若是身子不错的话，我认为你应该要这个孩子。有个孩子对娘来说百利而无一害。要知道，历代历朝亲王死后，没有孩子的淑妃，命好的余生能与青灯古佛相伴，命不好的各有各的死法。娘亲若是有了孩子，将来无论苏王宠爱与否，生死何在，娘亲都不必担忧。但这些都是后话，最重要的是，还要看娘亲愿不愿意涉险为苏王生下孩子。生孩子哪有不辛苦、没危险的？你都觉得我可以生，那我就试试，看能不能怀一个。王爷，妾身思来想去，还是给王爷生个孩子比较好。怎么突然又改变主意了？
本王虽然也想要孩子，但是也担心你的身体危险。有太医精心照料，想必不会有事。这也不是妾身投胎生产，情况会好一些。青芷也支持我生个孩子，说想要个弟弟。青芷啊，你以后就是本王的亲闺女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走。哈哈哈哈。去帮姨娘把东西收了。是。侯爷，温泉还没泡够呢，山上的野果子也没摘够呢，山间野味也没吃够呢，还有溪边的鱼也没钓够呢。侯爷再让我玩几天嘛。秋社已过，该回去了。侯爷，这个庄子很好玩的，要不你留下来感受感受？本侯还有正事要办，需速速回复。那侯爷你先去忙吧。跟本侯一起。我辛辛苦苦干的公司的技术骨干，也拿下了当家主母，官二代加富二代的人设更是稳稳的了，当然可以有脾气了。你对叶氏好点儿，别惹本王淑妃烦心。别生气了，是我不好。我的好小妾，别生气了，我认错了。唉，领导都放下身段哄人了，也该适可而止。那侯爷下次再许我来。一定。有空带你再回来。恭喜王爷，淑妃有喜了！啊？什么？这才多久啊？你再忍忍。确实是有喜了，大概1个月有余。穆淑妃的身子还算健康，放宽心，饮食起居一切如常就好。多谢孙太医，有劳了。淑妃折煞老臣了。那还有没有别的其他注意的地方？淑妃身边的2位嬷嬷都是经验丰富又懂医理的，平日里就按照他们的吩咐就行。王爷怎么还皱起眉头了？本王担心你和孩子的安危，怕你们会遭到毒手。妾身会为王爷和腹中胎儿念经祈福的。你不必担心，本王会保护好你们的。哎呀，侯爷怎么来了？你娘亲怀孕了。Yes， 可以彻底躺平被带飞了。不过古代没有孕检，不知道太医靠谱。不行，我得嘱咐一下美人娘亲。这古代的女人也太不容易了，怀个孕都不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产检，而是刀山火海、美女画皮、陷阱诡计，81难都要经历一遍啊！王爷后院的那些女子，很有可能对娘亲下手啊！辛苦侯爷帮我交给王爷了。苏王说，让你去陪伴一下娘亲。侯爷就会拿我寻开心。哼！俊峰，如今你娘已有身孕，为父打算给她补上一份丰厚的嫁妆。现在苏王宠她，一应吃穿用度不需要自己掏，但若来日宠爱没了，还是手里有银子才能使唤人，才能过得好啊！孩儿替母亲谢过父亲。老爷，陈举人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叶伯父，秋味已结束，小生即日归家，想趁此机会带映雪一起回扬州完婚，还望岳父大人应允。你们亲事
拖了那么久，是该办了。就让顾氏带着映雪前往扬州吧。不，我不要嫁给陈元凯了。女儿，没法子，你爹让我们现在就跟着陈元凯一块儿回扬州。不，娘，这一切都不对。我应该嫁给状元，我应该是状元夫人的。我什么都变了，难道都是一场梦？映雪，别闹了。娘，我不能嫁给陈元凯。我要走，我要……混账东西！亲事岂是你想接就接、想退就退的？乖乖跟你夫婿回去，否则我打断你的腿！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收拾东西！爹，不要让我跟他回扬州！爹，映雪啊，这扬州啊，虽然不比京城，但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毕竟，你让我在京城学子圈名声尽毁的恩情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。我真想恨不得把你这张脸给挫骨扬灰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那好姐姐的娘亲让叶家攀上了素网，我暂时不会让你死的。但是你别想过得多舒坦。娘，你身子还好吗？孕吐严重吗？娘还没孕吐过，可能日子还浅。娘，虽然王爷一开始行事不讲究，但是他对你是真的挺好的，而且他爱屋及乌，对我们都挺好的。娘，你现在有没有一点点的动心啊？娘没想那么多，情爱一事太过空幻，娘现在只想感激王爷的爱重，尽心尽力相陪，为他养育子嗣，念经祈福，盼他无忧。那娘觉得是和素王生活好，还是自己一人青灯古佛相伴好？一开始不适应，王爷有时候太热情，不过习惯之后好多了。娘既已选择进王府，便不管是青灯古佛，还是王爷富贵相伴，日子都一样，没什么好不好的。唉，我这美人娘亲也是有够佛的。娘知道王爷想要娘如世间其他女子爱情郎一样爱他，只是娘，有的人呢，感情就如野火烈酒，热情狂放；可有的人的感情就像弯弯细水，清冷绵长。像娘你这样始终不变，虽不似世间其他女子，但却是王爷最长久的幸福。干什么呢？在这儿傻笑。皇兄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找你。请。皇兄，穆氏有喜了，我是怕他和孩子会遭毒手，我思来想去，总觉得不妥，所以就想来找皇兄拿主意。你想要什么主意？我只想要穆氏能平安生产，谁要阻碍这一点，我就想除掉谁。你放弃了世子？怎么可能？我是想把世子送去军中锻炼一段时间。王氏曾多次下手残害你府里有孕的侍妾，只因你一直在外征战，王氏又生下了嫡子，朕也不好处置。你可用谋害子嗣之罪软禁王氏，王家还有那些管闲事的官员也不会多说什么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朝中官员要还是不依不饶的话，皇兄你就替我给骂回去。这2天我就先不上朝了。你知不知道弹劾你的折子都2丈高了，你还不去上朝？皇兄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帮我在朝前顶住压力。念秋现在离不得人，我得去陪他。哎呀，见过陛下。免礼吧。明日你必须得出现在朝堂上。都说了，我不行。
我明天一定在朝堂上。哎，念秋啊，走。年秋啊，若是本王再去战场，可能许久不能回京，你愿意陪本王去边关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本王太粘人了？是有点儿，王爷要改一改吗？不改，那就不改，王爷开心就好。念秋啊，以后都会这样陪着我吗？我就知道，你心里有我的，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侯爷，妾身看您一直带着这个玉佩，是有什么来历吗？侯爷，妾身看你一直带着这个玉佩，是有什么来历吗？这是我娘亲留给我的。侯爷，今天我见到皇上的时候，他身上也有一块同样的玉佩，侯爷可曾见过？妾身觉得皇上的玉佩跟侯爷这块可能是一对儿，侯爷这个玉佩刚好可以放在皇上的那个玉佩里。你大惊小怪做什么？侯爷，你该不会是皇子吧？父亲和祖母，你却从来没有说起过母亲的来历，对于我的身世一直含糊其辞。或许，那你觉得，如果我要证明我的身份，要怎么下手才最快？侯爷，这铁定是知道该怎么办了，直接去问老太君啊！今儿个怎么过来了？祖母，孙儿有一事想问，还请祖母能如实告知。孙儿的身世可有问题？快坐吧。哎，我这身体啊，也每况愈下，本想找机会同你说说的。孙儿的身世，可是与那位有关系？也罢，以你的行事风格，想必已经有了证据。今日我就告诉你吧，30年前，皇上曾经因为受伤，在古兰国养伤，曾与一位佳人生了情，就有了你。你出生的时候，咱们大赵江山社稷不稳，你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是万万不可以爆出来的。这不仅是给皇上的品行抹黑，又会让皇后的母家不满。皇上想夺嫡，也会失败。后来皇上登基，可朝政依旧不稳，外敌虎视眈眈。这时候必先安内抚外，皇上早早立下太子储君，不可以再发生动荡了。所以你的身世就一直被瞒着了。殿下，这些年你受委屈了。祖母，快快请起，您这是折煞孙儿啊！好孩子。祖母，我母亲还活着吗？
你抱回来的时候，你娘就给你留了这2样东西，一个是这个玉佩，一个就是这封信。现在朝政日趋安稳，但太子与外戚走得太近，你是时候该认祖归宗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陛下都未曾寻过我母亲。或许皇上……我跟皇上谈过，他说和你母亲在一起时，是他此生最快活的日子。他若知道你的存在，定是很开心的。皇上若是认我，自然是好的；如若不认，孙儿也理解他的苦衷。我既选择告诉你，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祖母老了，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，就让祖母再送你最后一程吧。孙儿，跪谢祖母爱护之心。侯爷，别紧张了，不如我们来下盘棋。皇上跟老太君谈完之后，等他们说完，怎么也得1个时辰之后了。陛下，请侯爷一见。微臣参见皇上。抬起头来，没想到你是朕的儿子。皇上，微臣怎么可能会是？皇上，这皇室血脉绝不是儿戏，微臣恐怕有人会拿此事做文章，用来搅乱安定的朝堂时局。微臣一定会彻查此事。肯定不会错的。刚才姨母亲自向朕说了你的身世，还有信物为证。微臣惶恐，还请皇上不要怪罪祖母和老侯爷的欺君之罪。虽然微臣并不知道这里面的是非曲折，可微臣可以肯定，他们对皇上一定是忠心和尊敬的。朕知道，他们都是一心为了朕考虑。朕遗憾没早点知道你的存在，但是并不会降罪的。倒是你，知道是朕的儿子后，有没有觉得委屈？微臣现在还是充满震惊，心里更是充满了各种疑惑，还没考虑委不委屈的问题。之前确实是委屈你了，待明日，朕下诏书昭告天下，公开你的身份。马上到年底祭祖了，正好认祖归宗。喂，儿臣感谢父皇一片拳拳爱护之心。这既是你娘留给你的，就好好留着吧。是，果然真诚才是必杀技。叶青只用来对付我的这些招式，放在皇上身上甚是好用。看来以后要多跟他学学。恭喜殿下！谢谢。侯爷，你怎么变得对我这么客气了？领导终于开始重视我、尊重我，将我当成可以平等对话的人了。这声谢谢是本侯的偷师谢礼。偷师？什么意思啊？自然是跟你学习，学你怎么忽悠人、拿捏人。你那招真诚是必杀技，对皇上特别好使。学费。还请师傅赐教。有这么上进的能屈能伸的领导，何愁大业不成啊？青芷，
我还没告知夫人呢，今日就不陪你用膳了。快去吧。最好晚上也留宿在夫人院子里，我可不想继续在半夜加班了。侯爷来了，可是还未用膳。今日皇上来了，祖母向皇上透露了一桩秘辛，我并非谢家人，而是皇上的儿子。害怕了？是妾身害怕。侯爷，是妾身没用，怕当不好这个王妃，给你丢脸，招惹灾祸。你这样的确会让本侯失望。你是本侯的夫人，更是未来的王妃，不该如此立不起来。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，你就是王妃，只要不触及本侯的底线，就不会被舍弃。就当为了玉哥和燕姐，你也该学着立起来。妾身一定努力当好您的王妃。回头帮你学2个得力的嬷嬷，好好帮帮你。叶氏那边，你待她如往昔便可。她的确没取代你之心，大可放心。是，侯爷。皇兄，写什么呢？封王的诏书。皇兄啊，还是你厉害，白捡这么大一儿子，恭喜皇兄！这大侄子我接触过2回，论才智品性，那比太子其他几个兄弟强太多了。你对他的评价倒是不错。那楚国出兵的事宜都谈完了，还在这做什么？要和朕一起用膳？不，念秋还在家等着我用膳呢，你自个儿吃吧。皇兄，别忘了给我大侄子身边的叶氏封个侧妃。滚！夫人，去趟烟柳院，把叶姨娘叫来。是。对了，到了那里不用急着催促喊人，等她睡醒了，叫她过来即可。好。快免礼，坐。是不是都还没用早膳？吃点糕点。我这待遇又升级了。妹妹，昨晚上侯爷说，他其实是皇子，皇上很快就会恢复他的身份了。其实你也早就知道了吧？听侯爷说了。夫人，你这个黑眼圈不会就是星子黑了吧？我知晓你聪慧，也知道你有素王做靠山。若你想坐我这个位置的话，我必是争不过你的。我十分感念你没有这个心思，还愿意帮我。从前呢，我只盼着玉哥能够袭爵。可现如今，我知晓我们侯爷是有大志向的。叶姨娘，若当真有那么一天，你若还这样帮我，帮助玉哥，我必定不会负你和你的孩子。夫人倒是比我想的坚定不少，也没有疑心，只是重新签这个协议而已。夫人放心，我初心不改。饿了吧？赶紧吃糕点，看你都瘦了。领导，倒也不用这么热情了。皇上，您是跟臣妾开玩笑的吧？这怎么可能啊！谢大人，朕就是知会你一声，不是让你质疑的。明日朕就昭告天下，你知会内务府，准备好一应物品。该死，好不容易活儿成了太子，居
居然又冒出个皇长子！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之爱子谢晋，品行端良，德才兼备，为朕之心腹所忌。今特封其为景王，赐金册金宝，以显尊荣。侯府夫人张静怡温婉贤淑，端庄有礼，册封为王妃。当以恭谨之心辅佐景王。叶青旨秀外慧中，风姿卓约，册封为侧妃，协助景王内府事宜。谢主隆恩。恭喜啊！青芷，等下要去皇宫谢恩，这到了宫里啊，不光会被问话，等面见皇后的时候，还极有可能会被刁难。我怕自己应付不来，或者出了错给侯爷招祸。你有没有什么对付皇后的好法子啊？王妃，皇后刁难很正常，那些含沙射影的讽刺话，询问王爷身世和喜好的话，不管他问什么，你就说不知道就行了。但是为了不显得你忤逆他，你回他话之前，在前面加上一句：“臣妾愚笨，娘娘说的太对了，臣妾刚刚怎么就没想到啊？等我回去问问王爷，再来回娘娘的话。”但凡涉及王爷的，让你难以回答的问题，不管皇后说什么，你都说不知道。若是他再问，你就说感激母后，母后这么宠爱臣妾，这么提点臣妾，臣妾真的是感动万分。回头我回去问问王爷，再回来告诉你。皇后听我这么说，恐怕会被气死了。生气是皇后涵养不够，和咱们有什么关系？王妃，既然王爷想再往前走一走，那咱们跟皇后只能是死敌。所以，千万别想着缓和关系。但她是皇后，身份摆在那儿，我们万不能得罪她。这面子上一定要过得去。所以，我们面对她只有一个策略：装傻扮乖。青芷，谢谢你，我会按照你说的做的。嘿，王妃，谢我干什么呀？咱们本来就是一体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都起来吧。妾身叩谢母后。谢皇后娘娘。景王一事，本宫实在是被惊到了。你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这天呢？回母后，妾身也是昨天刚刚才知道的，惊得一晚上没睡着觉，这黑眼圈呢，也是遮了好久才遮住的呢。你不知道，景王也不知自己的身世，那是谁突然告知的皇上？这题我会。臣妾愚笨，娘娘说的太对了，多谢母后提点。妾身这脑子实在是愚笨得很，听了这事后光顾着吃惊了，哪里想得到这么多前因后果。待妾身回府啊，好好问问王爷到底怎么回事，再来回禀母后，可好？你是真的蠢，听不懂本宫问话，还是在愚弄本宫？景王妃，你好大的胆！母后息怒，妾身哪敢戏耍母后呀？妾身真的是愚笨，真的刚刚才知道王爷的身世啊！世人皆知，妾身是庶女出身，不够聪慧，也不够有才，都是因为命好，才能嫁给王爷成为妻子。母后慧眼如炬，一眼就瞧出了妾身的底细。妾身也知道自己不够聪慧，也就是一个妇道人家，平日里除了管着后院教养子女，王爷的事情是一点也不敢多过问的。而且王爷也不会主动与臣妾说的，妾身是真的不知道啊。
主动亮出自己的弱点，主动揭开自己的伤疤，主动说出别人嘲笑他的话，让别人无话可说。还请母后指点迷津，妾身该怎么做才能让您满意，让您相信妾身说的都是真的？本宫昨夜没有睡好，头疼的厉害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王妃，你刚才可真太棒了！青芷，谢谢你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是王妃自己争气，我就不邀功啦。做得不错，谢谢王爷赞誉，臣妾以后争取做得更好，不给您丢脸。你表现也不错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先攒着吧，一时间也想不起来。哎，快回家吧，好饿啊！快走，快走。该死的景王妃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，也敢给我气受！母后，您今儿个接见景王的家眷，可是他们让您受了气。为娘身在这深宫几十年，大争小斗见过不计其数。这个景王妃甚是苦恼，属实难以对付。不过，为娘倒是担心你的登基大业。景王妃都如此心机，那景王的城府之深，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你要早日提防，免得我陈家这许多年的布局毁于一旦。娘担心，一旦景王他日成了气候，必定会对你以后做事形成掣肘。儿臣时刻记得母亲的教训，区区一个锦衣卫而已，儿臣定会收拾了他。此事与你祖父商量一下，不可贸然行动。儿臣遵命。太子之位是你的，以后皇位也会是你的。母后是不会害你的，你要听母后的话。是。皇兄，看什么呢？怎么唉声叹气的？这陈家的手是伸得越来越长。你就是来说风凉话的？念秋怀的是双胎，皇兄，你不必羡慕的睡不着觉，毕竟你也白捡了这么大一儿子呢。你除了报喜讯，还有其他的事情吗？皇兄可是不太满意太子继位，我也不太中意他。等哪天他登基了，我这个大侄子肯定要我把兵权给交了。好一点，把我给赶到封地；坏一点，把我软禁都有可能。你别给朕绕圈子了，皇兄，咱们大赵的江山可不能毁在不孝子孙的手里。所以我思来想去，觉得景王比太子更适合接替皇兄的位置。皇兄觉得呢？有没有这个想法？你之前对此事一向不关心的，景王找你了？哎，怎么可能呢？就算景王有这个野心，他也不可能这么急不可耐。刚认祖归宗，就开始准备夺嫡的事情了。这不是今天穆氏诊出是双胎，我就想着这两个孩子以后怎么能不受委屈？我是被皇兄给宠大的，如果以后我的孩子不能享受此待遇，我就觉得憋屈得慌。所以思来想去，也就是景王以后接替皇位，我的孩子才能够不受委屈。毕竟除了叔侄之外，我也算是景王后老丈人了。你想支持景王你就支持，朕也不想看到太子一家独大。既然皇兄你有这意思，那不如就安排景王去。他以前有锦衣卫的经历，指不定能挖出别的消息呢。顺道也可以警告一下太子一党。本王这一去，不知道要多久。你可以帮衬一点王妃吗？王爷，你就放心去吧，王妃现在已经可以自己独当一面了。太子殿下，
景王已查到郝县令妹下的银两。这景王还真是狼崽子。看来要断尾求生了。外祖，你也太看得起这个谢晋了，直接让他回不来不就行了？你当谢晋干锦衣卫的时候是吃干饭的，以他的侦察本事，瞒不了多久。况且他还武艺高强，一招得手还好，若没得手，哼，这太子之位你还坐得住？外祖交心的事，是姑考虑不周。太子昏庸，看来还是要早日扶皇长孙上位。我倒要看看这个谢晋有多厉害。王爷在上，前任皇后寻些瑕疵倒是小事，但王爷路途坎坷，所以臣妾不免担心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。王爷身边高手云集，有人发难，凌迟不易。但您信中言明要隐蔽行踪，必是巡山涉水，而水火无情，需多多提防。妾恭等王爷回府，以长相知。侯爷，此次日夜兼程。这次任务虽紧，但是不是在此休息一下？兄弟们有点顶不住了。这次案子关系重大，咱们锦衣卫干的就是刀上舔血的事。皇命在身是一方面，但兄弟们的命也是一方面。我看这一路追兵也是一路跋涉，实力不济，无法对我们下重手。按照这次案件的程度，不应该啊。必是巡山涉水，而水火无情，加之人困马乏，必要多多提防。好，赶紧离开这。给我查！我看谁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对景王动手！侧妃，听闻去江南的路上发生了山崩，咱们王爷不会有事吧？应该不会的，以王爷的智慧，定能化险为夷的。侧妃，您真的不担心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如意，你明天赶紧去打探一下情况。侧妃，您这还是不放心啊？殿下，惊不惊喜？惊吓倒是有，不过王爷看起来还怪让人心疼的。你这是吃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啊？这领导当的也不一定舒服，不会一回来就找自己，领导不会变成恋爱脑了吧？不行，不能让领导寒了心。如意，快去准备水和衣物，还有夜宵。是。本王要把你弄臭了，一会儿陪本王洗个澡。好，好，好。殿下应该许久没有合过眼了，要不要先去眯一会儿，休息一下？妾身也没有想到殿下会半夜赶回来，这热水怎么说要等上1刻钟才能好。你陪本王一起。不嫌本王臭啊？妾身的鼻子又没有问题，当然臭啊！一会儿咱们多洗几次就好了。妾身见天下这样，挺心疼的，到底是遇到了多少刺杀了？身上有没有伤啊？等会儿府医就来了，让他好好给你看看。谢谢你，救了本王一命。哦，妾身救了殿下一命，怎么回事啊？殿下，你快说说，妾身到底是怎么救的你啊？我也想感受一下自己的牛气冲天。不是牛气，是福气。他们若是逃出河谷，一会在此经过，他们就再是高手，咱们忍受是他们数倍，他们也打不过呀。应该是余命在那里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去复命了。
爷，您伤口怎么样？没事。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阴谋，提前在这儿埋伏的？我发现河床的泥还未干，一定是有人阻拦了河水。一旦放闸，加之山上的山石滚落，我们必死无疑。但他们没有赶尽杀绝，一定是想把我们引到这里，想要彻底抹平我们，都不想留下痕迹。真是歹毒！多亏爷您睿智。你真是本王的福星。地有爱情，爱卿亲情，是以亲情。以后我就叫你青青吧。领导变恋爱脑，居然这么肉麻！你开心就好。殿下，你该累了吧？赶紧去洗澡吧。王爷可是拿到了太子刺杀的证据了。那王爷是打算向圣上揭露太子的阴谋？不，我打算让皇上自己查出来。殿下这个决定很好，臣妾有一个想法，不知王爷有没有兴趣听一下？但说无妨。周天子有9鼎，楚王问之，其之意不在周王之鼎，而在天下。即使太子做了错事，和皇上终究是父子。若是殿下追得太紧，会让皇上觉得您不顾手足之情，对太子之位急不可待。那青青有何高见？哼，王爷只要按照这样去做。哼。父皇，此番辛苦你了。为了大赵的江山，父皇的设计，儿臣定要守住本分。好，你放心吧。此次你被刺杀一事，朕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但说无妨。陛下，我们查到是太子派人暗杀的景王。迎上来。是。传太子。是。父皇，消消气，这其中许是有什么误会？你不必为他说话。太子，你可知罪？还请父皇明示。身为太子，应当辅国安邦，谋求良臣，而你却买卖官职。父皇，儿臣从未参与这类有损国体的事。好，朕就给你提个醒。青州知府可是听你指使。父皇，青州知府乃是朝中重臣，怎么会听儿臣的指使？你撇得倒挺干净啊！好好看看吧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身为太子，应为天下表，而你却做出如此有伤国体之事。儿臣身为太子，怎会做出危害江山社稷之事？父皇若不信，儿臣愿以死明志。好个以死明志！你以为朕不敢杀你？儿臣不敢，我只是不想为他人做了嫁衣。父皇若执意要治儿臣的罪，儿臣无话可说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敢强词夺理？来人！父皇，这太子许是一时糊涂，
还请父皇念在太子往日之功，从轻发落。景王，按照当朝律法，买卖官职该判何罪？这轻则罢官流放，重则处以极刑。父皇，这自古以来没人能经得住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儿臣心疼父皇，对苦心栽培，枉为一滩血水。而太子何府丧夫失夫，这又无济于事，所以还请父皇从轻发落。知君则识大体，你若有3分，朕也便足以欣慰。枉费我对你寄予厚望，朕早就知道你和外戚过于亲近，朕却然没有及时肃正。朕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看在你我父子情分上，朕免你一死。从今日起，革去太子之位，关入宗人府，禁闭半年。晋王，你有如此雅量，从明日起便跟在朕身边，学习如何处理国政。是。贺喜殿下，近日入主东宫，妾身率何府家眷为殿下贺喜，愿殿下上不负皇上信托之恩，下不负众臣黎庶殷切之望，承先皇之志，继圣祖之大任。升迁宴，殿下，这半年您内教黎庶，外合戎夷，实是鞠躬尽瘁，众妃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殿下今日登殿，妾身本当说些古来治世的良言，歌功颂德一番。可是殿下贪杯至今，从早至此，众嫔妃早已姬发交加，妾身能不能申请提前结束晚宴？在这么多人面前，让太子殿下下不来台，叶侧妃还是一如既往的，谁的面子都不给啊！这怕不是要惹殿下生气，直接打入冷宫吧？孤得圣上恩宠，初登太子之位，叶侧妃所言甚是。今日韩烈，孤置众妃嫔于不顾，有失阖家和睦，就依叶侧妃之见，众嫔妃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下班。谢殿下恩宠。孤今日要去你院子走走。别人都下班了，我却还要加班。